Hello，Hello，Hello，晚上好，宝子们晚上好，好漂亮，好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穿亮色比较好看，对吧？穿亮色心情好，眼前一亮的感觉啊。欢迎各位宝宝，欢迎各位宝宝，大家晚上好。看朋友圈了，没有，一点都没有。这是因为这样坐着，会不会说话？会不会聊天啊？喝的咖啡，要直播我就得，我直播我要么就得喝咖啡，要么就得喝快乐水，要不然保障不了我的那个脑子不离家出走。大家吃晚饭了吗？大家吃晚饭了没有？我们今天播到10点啊，播到10点。准备吃。我今天有可能要喝快乐水，我感觉，今天的月亮啊，让我觉得可能猪猪女孩会比较多。第一次看我戴珍珠项链，是不是？这个还是我那个闺蜜圈的一个宝宝，今年我过生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呢。哈哈。快乐水是啥？就是喝了以后会让我变快乐的水，就叫快乐水。诶，我这怎么看不到留言板了？这个，这个是那个某哦，没有留言板哦。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把关注点起来。没有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那个左上角小心心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好吗？然后呢，要那个怕走丢的宝宝们，怕找不到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啊，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好吗？好吗？总有人说我的快乐水是可乐，你们都是小白兔，你们不适合听我的直播啊！觉得我的快乐水是可乐的宝子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适不适合？你们成年了没有？你们适不适合听我的直播？我的直播适合江湖老油条听，好吧？今天是这个，我看一下，今天是2023年的11月9号。我估计最近流量不会很好，因为双11了。像我们这种薅羊毛的直播间，可能平台不会很支持，好吧？大家且看且珍惜啊！如果中途断播，一切都乃正常现象，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万一断播了，小助理会通知你啊，什么时候开，在哪开。来，我们开始连麦了啊！我们开始连麦了。你这是在哪儿啊？哎，你好，曲曲，我在高铁站，可能有点吵。小姐，你是上一轮就没连上的一个人吧？我都记得你这名儿。哦，对，上一轮我是卡出去了。上一轮卡出去了，这一轮在高铁站连，你是不是敌方派来的间谍呀？你要不想连你就别连，行吗？你咱们连麦能不能有点诚意啊？对，因为我正好赶上了。哎，你不行，你这个你找个安静地儿，你这太吵了啊！
你这太吵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你给我整不会了都。我都心疼你们的钱，好不容易花了800，好不容易上来排个队，结果呢，半天连不上。来，下一个来。喂，哎，是我吗？是的，你好。Hello， 曲曲，很喜欢你，非常感谢这个机会。其实我有1v1咨询，但是就觉得曲曲每次都能一针见血的点出本质，所以还是想听听您的建议。好的，可以听得见吗？可以，都可以，可以。好，那我就快速介绍一下我的问题和基本情况，可能语速比较快哈，请见谅。首先我的问题是我如何定位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或者说曲曲您觉得他希望我是什么样的角色，我该如何做，如何开口让这位男嘉宾给他的篮球买套房。我的基本情况是今年36岁，超重点本海归硕，目前知名企业工作稳定，超一线，有房有车有户口。之前有过明媒正娶的围城关系，对方是老家的富二代，家里对对碰认识，认知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后期我们就越来越没有话题，导致扯证。我就出国读书，有个粉球，和其的父亲关系很好，我们之间也很好，并没有撕过。留学毕业回国后，我就回到超一线城市生活，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男二，也是我现在篮球的爸爸，比我大11岁，某上某市公司的高管，年入100到200个之间吧。扯过证有一个已经读高中的粉球，我们开始的很稀巴烂，我并没有正式确认过关系。我问过他几次，他说我们是灵魂伴侣，什么鬼的。一开始我并没有告知我是前一段的围城和有关的情况，是认识半年的时间有了一次球，但是一发现我就告知他，并且也坦白了我的上一段围城和有一个粉球。同时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坦白，所以稍微慢一点，然后声音大一点啊，免得别人听不清好的。所以我当时就在我当时觉得自己不够坦白，所以我当时就在什么都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让他带我去夹了。这之后呢，我也想跟他就正经当朋友，因为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告知我，他就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的类型，而且啥也不付出。但是他不想让我走，我自己也不决断，所以就拉扯到现在。总而言之，就是印证曲曲说的，他有更加有价值的稳定的关系，但是又不舍得抛下可以低成本持有的我，就是这么简单。但我一开始不知道，也觉得他这么忙，应该没有时间搞这些。直到我又带球了1个月的时候，当场抓包，3方开撕。那女的一开始特别强势，以正宫的身份问我你们什么关系，我说我有球了，她就直接疯了。后来据我所知，她应该是有谋锁他，还到公司闹，导致她那段时间特别郁闷。她说她都抑郁了，她也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也让我去夹娃娃，也和我说过很狠的话。当时我也特别生气，我心想着你要么补偿我，这样什么都不付出算什么。后来在我母亲的协商下，她同意一次性给300，同时也愿意承担抚养义务，因为我们家自己实力还行，就算没有他我也可以养得起这个娃，而且我也想要个篮球，但是已经知道是篮球了，所以就决定生下来。现在也已经2岁了，他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篮球，到现在所有的衣服鞋子奶粉都是他买的，各种节日生日也邀请我母亲一起吃饭庆贺，也送礼给我的粉球和我妈，该做的都做的比较到位吧。前阵子也带着我的2个球和阿姨一家人去郊外玩了2天，目前我和他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也有一个共同朋友的群经常聊天。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如何定位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或者他希望我是什么样的角色，因为之前听过曲曲说要比对方的定位退一步。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相关，就是我该怎么履行好这个角色的工作，我该怎么做来营造一个比较舒适的关系，之后可以怎么开口让他给他这个篮球买套房，这就是我最大的诉求，想听听曲曲的建议。他现在1年的年收入是多少？100到200左右，有点反正100是。对，你这个关系，然后你俩是没证的，对吧？对，你俩没证的这么个关系，这男的这收入有点低呀，收入太低了呀。然后他现在目前到现在为止付出多少了？200。这么几年下来是吧？一共？对。你们那个地方的房子买一套要多少呢？至少差不多800到1000吧。你的意思是让他付首付？对，我可以跟他一起共同承担。他现在手上有没有存款呢？有多少你知道吗？他其实现在没有太多的流动米，因为他都被某票就是持有的是原始的那个，对。然后现在不是因为环境不好嘛，这男的基本盘也不太行啊，这男的基本盘不太行。我觉得这个男的
主要是他自己没啥钱，所以你思考的这些问题吧，你说是哄啊还是跳啊，他都不是实质的问题。实质的问题是他自己手上实在是太缺了，没东西。他现在一共是几个啊？他现在一共是几个小孩啊？2个，一共2个小孩，就那个是女孩。之前对是，哦，对，是的，已经读高中了。我觉得是这样，你现在自己家里其实情况还可以是吧？对的，我自己的话应该家资产应该有1800左右吧。你是怎么想不开要跟这个男的做终身绑定啊？就因为就是，就是稀巴烂吧。你知道吗？你这个典型的就叫做精力用的地方啊，它的投入回报比不成正比。你这个就是典型。你这个男的，你说你的时间跟精力放在什么地方不好？你放在一个出不来结果的秃羊身上，你还要问我怎么能让他买到房啊？怎么看待这段关系啊？你不觉得你有点蠢吗？你有必要吗？你多大呀？36。你36，你现在孩子也有了，你自己有工作吗？有。你自己工作年收入多少？不高，30吧。哎呦，你自己是这样子啊。如果说呢，你要跟他哄，你慢慢哄也可以，很多理由。比如说，这个小孩以后要上学，对吧？搞学区算个理由吧。或者说他现在在某票里边，对不对？钱赔得很厉害，然后呢，你就给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就说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靠谱，只有留下来的资产是实实在在靠谱的。你说以后这些东西儿子也留不住，你说万一他以后长大了，是吧？你的米都赔完了，你也没法给他交代，该准备给他的东西还是得提前准备好。在你现在，这男的多大了？比我大11岁。你说这男的，你说你现在是吧，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能干几年？你的这种收入情况还能维持几年？他一年这种收入，他是个什么高级打工仔？对。哎，那更完犊子，更完犊子。那你就跟他说，你就说你们也知道，你们在就业市场里面的环境行情是什么样的。你说再过几年，你说你还有现在这个收入条件吗？你说你趁着现在手上有这个收入条件，你说好好的给儿子想一想，是不是赶紧把房子先落实了，别以后等他长大了，房子都没搞这一套，然后你年纪也上去了，我们2个人到时候孤苦伶仃流落大街，你就是跟他这样讲咯。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啊，注意力啊放对位子啊，你不行再去找一个，知道吧？你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嘛？了解。那其实您觉得他现在是怎么定位我的角色？定位你挺喜欢你的，挺爱你的，你这不价值挺高的，定位你啥呢？你要咋定位你？这男的也就这么个价值。他就这个水平，他搞这个事儿，他已经吃力的不得了了，他能怎么看你？他不重视你，他再去重视别人，他还得有这个精力，还得有这个物质条件呢，他有吗？太一般了呀。了解。了解。对，就是1v1的老师是让我就是塑造家的港湾，让他觉得可以随时回来，然后呢也让我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有新的感情关系。你现在有了吗？有。哦，那就好，那还算有没死透。你的新的感情关系是啥呀？有没有米啊？没有，就很正常。哎呦，你这，哎，小姐啊，你一边在秃羊身上拔毛，一边再去找个秃羊，你是不是闲得蛋疼啊？啊，你每天闲着没事干是吧？那你好好搞好工作，你把你的年入30搞成年入60，行不行？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干？哎呦，我的妈呀！你们把我急死！我这要是给你们当妈，我这脑溢血，一边抓这个秃羊啊，搞不清不楚的关系，在身上拔毛；另外一边再找个又秃的蛮狠的做消遣对象，你一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应该也没有什么。那可不是像我们这比你年纪大的客户多了，别个比你脑子清醒10000倍。总还有比你们年纪大的，总还有愿意付出的，总还有就好你们这口的，喜欢这种有个娃的呀，是吧？哎，是不是这富那富的，别人蛮喜欢。
你们身上也有那个蠢劲儿，知道吧？是的，那太精明的别人还不喜欢。就你这傻不拉几的，那男的一看，哎，这女的真是不容易，就遇到我拯救他吧。就有男的会这种想法。对，我现在的这个男生，他是不知道我其实有篮球的，我没有说。哎呦，你们的精力啊，全消耗在这些屁身上了，全消耗在这些鬼身上。你怎么着呢？你还觉得很骄傲？人家不知道，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又不能给你个啥。哎呦，就这样吧啊，时间到了啊，你继续跟你的英语老师沟通吧，重新找，好不好？好的。就，拜拜。好，拜拜。家里还有1800个的资产，每年还有30万的收入，你不要男的你也活得蛮潇洒，非要这里整个包袱挂着，那里整个脚镣锁着，什么意思啊？你们到底啊？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想过不想活别活了，在这干嘛呢？这是每天整的跟自己活不起了一样的。再说一遍啊！稀巴烂的关系不能带你跨越阶级的稀巴烂的关系别搞，不能带你们跨越阶级的稀巴烂的关系别搞，好不好？什么是稀巴烂的关系？非1v1关系，懂吗？非1对1的关系统称稀巴烂的关系。啊，有新的平台的宝宝看到我了是吧？不要惊讶啊，大家要适应，曲是光，无孔不入。好不好？大家适应一下啊，这样不是很开心吗？是不是？以后你们走到哪里，哎，一下子能看到我，也不怕我走丢，对吧？只要是有任何一个平台出现的时候，哎，你们就会发现曲的脸在这里出现了，整个爱住。来，那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呢是我新出的我的首部作品啊，你就是光，我就是光，无孔不入啊。然后大家那个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怕找不到曲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多找找，找不到粉丝群的多找找。来下一个来，写得很好，读完了，真的吗？那我会再接再厉的，我们以后抓紧出第2本，好不好？Hello， 你好。你好，能听到吗？哎呀，这把摄像头开了，你是要跟我面对面说话吗？不好意思。没事啊，你可以把你的摄像头翻转出去，或者说你把它怼在一个那个一个东西上面，就看不见了。这样的。好，谢谢。这样子的是因为我拿了我觉得我的牌还不错，但是我是恋爱脑，然后希望曲现在能够指点我一下。然后我的基本牌是这样子的，我跟男嘉宾是同岁，33，然后恋爱1年进入围城，然后3年半没有求，然后是他父辈创业成功以后，我了解的大概是4-5千个 W， 然后但是他从小胖嘛，家里面管的也比较严，然后所以是被打压长大的，所以内心就又自卑又自大，然后想做出成绩呢，但是他的性格原因，他就又有点拒绝沟通，他在体制内工作，然后我是小城市出来的，在爸妈的帮助下在1线城市定居的，家里面大概是1000多 W 吧，然后工作有一点光环，比较稳定，颜值收拾完大概是6到7分吧，然后性格大大咧咧的，但是属于敏感多疑型的。然后呢，我的这个男嘉宾就是围城内的男嘉宾，在我学业上是给我很大帮助的。然后我们之前是刚开始在围城内1年，就是状态都还可以。这就是你老公对吧？对。哎呀，你这正大光明、明媒正娶的，咱们的说话能不能啊坦荡一点？不需要藏着掖着啊。
然后后来就是他之前对我很好，然后进入围城没几天吧，我在他的老手机里面就是发现了他有跟朋友 PC 的聊天记录，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摊牌了。然后他跟我声泪俱下的保证，就是再也不会了。但是那个时候也不太懂人性，也没有看到过蛐蛐，所以就，对他就是没有一个类似于惩罚机制的东西，以至于我们现在每天就是经常闹不开心，他就会去 YC。然后他加上这2年他就是学业上受阻，他心态也比较失衡吧，然后加剧了我们关系的恶化。然后今年4月你稍等份的时候，一下下，稍等一下下，宝宝，你暂停一下下啊。好，你接着说，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因为去 YC，然后又吵架了，然后我就回到我自己家住了。然后他刚开始还给我打电话发信息，后来就不联系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俩一直是分居的状态。然后他就是老会加不同的 YC 女转米啊，给人家买机票什么的。然后我从家里搬出来以后，他的那个拉某条的朋友，就是做内行的朋友，就一直住在他家，然后也跟他有生意往来。他到现在都没有从他家搬开，就一直住在他家。是男的女的？男的。然后上个月他说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然后就重新建立一下关系。然后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联系他呢，他就不理我，然后我不哄着他，他就是也不会回我，然后就是即使回复话也很少，要么就是表情包。然后前段时间就是我又发现他夜里出去玩了。然后我其实非常难过，然后在第3天我就没找他，2天没找他，然后第3天的时候我就没绷住给他打了电话，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们说重新建立关系但依然没有改变，然后我打了40分钟的电话吧，他就只说了3、4句，说让我睡觉。然后之后到现在从星期2打的电话吧，到现在也没有联系。反正他之前给我的承诺也都是没有兑现的。然后近半年我因为想要缓和关系，所以我的姿态都比较低嘛，也试探让他就是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因为我以前对他的态度确实不太好。然后我就尝试让他给我买东西什么的，他都说他没有米什么的。然后我也请他爸妈帮忙我们缓和我们的关系啊，包括我有时候找他晚上说喝酒吃饭啊，反正软硬都试过了，然后都不太行。然后他之前也说了，说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提要扯证什么的。然后我现在这个状态就其实让我很痛苦，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需求还比较大的，希望是有一个正常的婚姻和陪伴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希望蛐蛐能给我一个方向，因为我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是特别想要扯证的。然后分居的情况下，他朋友那个拉某条的朋友，他住到他家，反正一直也没有离开。我现在想要怎么样能让他搬走。小姐啊，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残酷的现实啊，就是这个男人永远达不成你的诉求，只要是他，那么你想要的那个诉求就永远达不成。你想要的正常的1对1的亲密关系，有温暖的，有态度的，有来有往的这件事儿，在你想要的这个特定对象身上，就是你老公身上，永远达不成，这一生绝无可能。首先你要明白这件事儿，这个男的他是一个常年 PC 成性的人，他是对这个东西有深度的成瘾性的，他不可能为了你去更改他的生活方式，绝无可能。唯一能够存在在他生命当中的婚姻形式是什么？是不管不顾不听不问，是这个，你做不到，明白吗？你们2个人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他不可能达成你的想法。首先你要知道你努力来努力过去，经营过去，到底往哪个方向在走，你的终局是什么？然后你再来想，你是到底是放弃这个事儿，走出执念，去寻找一个能吻合你诉求的人，还是说你变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不听不管不闻不顾？你只有这2条路可以走啊。我应该没有办法做到不听不管不顾。对呀，
所以说自己认清自己，认清他。我跟你说啊，你就是找错人了嘛，明摆着就是找错人了嘛，对不对？这种男的我不知道，他1年他又给不了你什么米，对吧？他也给不了你什么东西，你对情感的诉求又大，他无论是哪一头，他都达不到你的需求上。因为他以前就是包括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有一段时间是真的为我就是再也没有进过那个场所，但是我是因为我是发现了一次，因为我很多疑嘛，发现了一次我就再也不相信他了，就可能我告诉你啊，后来他从来都没有改过，他只是有的时候藏的比较好，有的时候藏的不那么好，但是在你的严密的监控之下，他无论如何他都藏不好，所以他一定会被你发现，并不是他改过，是你没发现，明白吗？那是我如果要跟他一起的话，就只能变成那个样子。对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也有很多的婚姻关系，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女的也想开了，可能她图这点男的点什么，对吧？哄着他玩呗，找他要米呗，对不对？哎，只要你给我米，我就天天让你出去玩，你想干嘛干嘛，我啥都不管。有一类是这样的咯，反正这女的对男的也没有爱，没有所谓的占有欲，她就想让他作为一个移动 ATM。那你要是做不到，你想要爱，想要占有，想要1对1，这男的永恒的达不成，此生不可能。那曲曲，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我要怎么办呢？因为这种我已经就是从周二打完电话一直就我是建议你就是当机立断离开，这个就是我的建议，不要坚守自己的执念，时间越长越痛苦。你不过就是不断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事实当中不断的验证我今天跟你说的话，仅此而已，除了耽误时间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把这个话放这儿。那曲曲，我是直接跟他提吗？因为就直接走程序就好了，直接走程序就好了。因为我跟他说，我之前也提过，然后他总是跟我说没有空，然后我说，只要你够坚定，这事儿就没有办不了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出在你自己，其实压根就不坚定。你提，你每次后撤，你都是希望他挽救，这个是你的希望。你说是在说我拜拜吧，拜拜吧，拜拜吧，但其实你内心是你回来找我吧，回来找我吧，回来求我吧。所以说你最后就搞不成嘛。那如果曲曲，我知道我有点恋爱脑，就是如果说曲曲，我说我现在如果说挽回的话，我要这么做吗？我说了呀，变成他要的那一种啊，那就不存在挽不挽回啊，他开心的不得了。我给过你啊，2种路径我都给过你了，对不对？好的，好吧，好，谢谢。拜拜。这就是你们在一段关系当中的时候执念很深嘛，对不对？我告诉你们，时间会改变一切，时间会治愈一切，知道吗？你们呐，真的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在当下，你的所有的执念都是因为时间没到，时间到了，所有的东西都不算什么了。你就把当下这个痛苦熬过去，知道吗？该做断舍离的人，1分钟都不要让它消耗你的生命。你可能这段时间你会觉得很痛苦，很煎熬，内心很破碎，但是再怎么样，这个都是暂时的。3个月到顶了，我说多了，知道吧？3个月我都说多了。
你不看我的直播可能得1年半，你看我的直播3个月到顶，你绝对就从这个错误的关系里边彻底的你就想明白了。只要你敢做出断舍离这一步，告诉自己死不回头，你再看我直播3个月绝对烟消云散，一干二净，知道吗？你以为要很久，但是你不解决不出来，我告诉你30年都不够你耗的。你不走出这个错误的关系生活状态，你不拯救自己，一步步走出来，多少女人在这样的错误里面耗了一生，一生都在责备，一生都在怨怼，一生都在恨，对不对？一生就希望搞个赢，越是想赢越是输，对吧？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爱，只有你一个人在爱来爱去，那男的从头到尾他都没有爱，你说你怎么赢？你告诉我你怎么赢？你天天想着感动天感动地，我要感动他，我要感化他，没有，你除了把自己熬老了，你啥也没干，啥也做不到。你除了把自己熬老，你只干得了这一件事儿，知道吗？再大的痛苦熬过去，断舍离，这个就是最正确的，最正确的决定，没有比这个更正确的。你要是再结合一点，我再找几个网友聊一下呀，是吧？找爱情的感觉，可能3个月都不到，1个半月可能就走出去了，2个月就走出去了。真的，困难呐，在当下看起来无限大，其实真正当你去迎面直面它的时候，它很快就缩小了。但是人要勇敢呐，尤其是女生，你们要勇敢呐，你们不勇敢的话，就永远被别人踩着走。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这个是我的首部作品，你就是光。然后呢，大家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Hello， 曲曲，给你连麦，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我想咨询一下曲曲，就是对我和男嘉宾感情的建议，要不要再继续这段恋情？我是02年普通2本，以前直播月均4、5个 W， 男嘉宾86年，自产1个小目标左右。男嘉宾是我以前榜1大哥，我们认识1年，在一起大半年，付出了100 W 左右。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他控制欲很强，有点属于黄金男。但我以前不懂这些，就很任性，也不会提供情绪价值，导致他对我非常缺乏安全感。有认为我只图他的米，吵架的时候也经常拿这个事情说我根本就不爱他，欺骗他感情啥的。后来我也感觉到他对我越来越不尊重，不考虑我的感受。然后因为口罩，他今年公司情况也不是很好，买车也搁置了。就从一开始每个月10几，到现在就2、3个。有时候我有情绪化，他反而会倒打一耙，就说因为米给少了，所以我才这样。然后我们是异地的情况，每晚视频通话，就几乎没什么私人空间，比如说我出去吃饭都会拍个视频，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他这样要求我。然后有段时间我非常内耗，有尝试过断联，他就用怀疑我、劈叉威胁我和他保持联系，否则就让我还米之类的。然后隔天又开始嘘寒问暖哄我，我们双方都很累，但是很明显他就是不愿意放手。我说了分手，但是他同意了，隔天又开始找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宠我，对我很好，分开了我们俩就互相折磨。我现在就很纠结，还要不要？你是不是跟这男的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自己跟那个琼瑶剧里面女主角似的感觉自己哇塞，好有存在感，是吧？我就是那个琼瑶阿姨笔下的女主角呀，跟一个男人要死要活呀，是吧？2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呀，生离死别呀，天天给我搞这呢。你多大年纪啊？我02年21。21岁没事干了是吧？是不是没事干了？你找这男的是为啥的？当时直播说的是我榜1，后来我们见面了，又因为跟我前男友的一些原因，就后来就没直播。你就告诉我，是不是觉得这男的有米？
能不能给你付出？算是。这个是不是发心？是不是起点？是的。是不是主核心诉求？对。那不就行了？主核心诉求达不成了怎么样？这关系还要了干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不要继续一段关系，只需要看一个点，就叫做主核心诉求能否达成。主核心诉求能达成，边缘化诉求可以忽略。主核心诉求达不成了，所有任何能达成的边缘化诉求全部都叫烟雾弹，那全都是让我脑子变得稀里糊涂的毒药，知道吧？主核心诉求不能达成了，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了。我现在他现在是情况不好，那他情况不好关你什么事儿呢？关你什么事儿？你要跟他干嘛？你是夫妻吗？你要同甘共苦吗？你要共患难吗？你要等他东山再起吗？他是抱着扯证的那种。怎么呢？就是前面我跟你讲啊，这男的什么前面每个月花10几，什么现在每个月变2，以后就每个月变5K， 知道吧？再后面说不定还把前面给你的再往回掏点儿，知道吗？他多大呀？他多大？和他86 37。86 37，还说他想跟你扯，还想往扯证的方向走。我建议你啊，看看脑子，好不好？我建议你看看脑子啊。21岁的女孩子青春无限大好，既然是出来做主播，就是为了挣米，对不对？好好想想自己要把自己的时间跟青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别搞这些鬼，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低成本，说明这男的本来也不咋有，听得懂吗？明白了。他一边要不停的占有你，不停的占有你的时间，不停的占有你的注意力，不停的管束你，对吧？不停的冤枉你，对不对？一边逐渐的不花米，是不是这个行为？我说的有没有问题？没有。什么是态度啊？什么是态度？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态度？不知道？你个稀巴烂的，下去学习啊！下去学习，金贵的关系等着你啊！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懂吗？他所有的那些说语言什么这个那的，那都是 PMA。他的行为很简单，不断持有，对不对？这个是他的行为，他叫持有你，对吧？不让你走，不让你走，这个是不是他的行为？他是在干嘛？他是在进入低成本持有模式，懂了吗？可是他老是跟我讲，现在情况确实很不好。关你什么事儿？你要去思索他的因呐。你分辨不了的，你才21岁，不，你多大了？02年是吧？你21岁，你没有那个智慧分辨这个男的跟你说的是真是假，懂吗？所以这些东西不予考虑，我无法分辨的东西我不考虑。你一考虑一个跟头，一考虑一个坑，这男的给你一画一个坑，你一个一个跳，懂不懂？不考虑，不需要思索，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说语言是什么？语言是目的。他说的任何一句话只能代表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想低成本持有，听懂了吗？这个就是他的目的。你不用去思索他语言里边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那玩意儿你思考不了。我们都要是去思考那个东西的话，你就遇到多大的骗子，你都得被人骗，懂吗？只看他在做什么，他动作叫做低成本持有。那如果我回去直播之后，他还想再跟我继续怎么样的？彻底断联，听得懂吗？不要来往，刷礼物什么的也不要再。他刷他的呗，他刷的礼物他能要得回去，你让他要个试试。他爱刷他的呗，你管他干什么？我也不搭理他了。记住你出来是干什么的，我再说一遍啊，记住你出来是干什么的，记住你找男人是干什么的。好，因为我本来感觉跟他进入围城的可能性还挺大。我稀巴烂的36、7岁的人了吧，8几的，你才21，你要跟他进围城，你进鬼城。是这样子的，我跟他
就是见面之后没多久，他就把快乐证给扯了，他就说是就把我告诉你，啊，你记住了啊，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给我记住了，没有一个男人是为了你扯的快乐证，你给我记住了。有没有你他都得扯，听得懂吗？明白了。你只不过正巧这个时候出现了而已啊。别自己往自己的脑袋上扣屎盆子，好吧？好的。拜拜。谢谢菊菊。越稀巴烂的越不学习，我说你们呢，是不是越稀巴烂越不学习？哎，小姐们，各位小姐们，咱们能不能不要高估自己？我给大家一个我就劝劝大家，好不好？咱们就是说，能不能不要高估自己？什么叫高估自己啊？你觉得那男的怎么一看到你欲罢不能，一眼万年，非你不可，一见钟情是吧？然后呢，啥也别要了，就你了，就双向奔赴了。我求求你们能不能不要把男人想的这么的光芒万丈啊？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这些男人在结婚的时候，他都叫权衡利弊的结果，懂不懂？结婚它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离开这段婚姻它也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好不好？从来没有什么东西是因为你一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他早就不想要了，他早就觉得那个婚姻没价值了。这个时候他本来吧觉得想扯，但是呢没有一个动力，明白吧？想扯没有一个说法，是吧？推动不了自己这个临门一脚啊，他踏不出去。这个时候遇到你了，瞌睡遇到了枕头，是不是瞌睡遇到枕头？然后扯了。还有的男的拿的是假证我还不知道他拿的真证假证，说不定还是假证。假证的还占一大部分。就算他拿的是个真证，你以为是为了你呀？你就是他睡的已经要睡不行了，他眼睛都睁不开了，啪的你就剩个枕头，知道吧？你那个枕头一来，他终于就倒下去了，你就属于那个瞌睡遇到枕头。天天把自己，你们就觉得自己是人群当中独一无二那个，不骗你骗谁？不把你骗的团团转。你21岁，你跟他个老油条玩，你玩得过？还在跟我纠结什么行情不好，这不好那不好，10几个 W 了，变成什么2个 W， 回头再变成2K， 我看你还给他找理由。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今天是周几啊？居然有人说今天是周5，姐妹醒醒姐妹醒醒好吧，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好不好？然后这个是我的首部作品，就是光大家如果还没有的宝宝，我只说前半句。然后如果怕走丢的各位怕跟曲曲走丢的，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好不好？来下一个来，怎么不挂购物车？我不知道，我也不会搞，反正挂了就挂了，没挂就没挂，我也搞不清楚。Hello， 你好。喂。你好，你说。Hello， 你说。听见吗？听得到，你说。你好。亲爱的曲曲女士，你好，今天很荣幸能跟你连麦。然后我今天的主要问题，sorry， 对不起我刚刚听了你前面一个故事，我觉得好像突然已经帮我回答了但是我还是先说一下我的主要情况今天我的主要问题就是想请曲曲帮我分析一下和这位男嘉宾之后该怎么相处。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今年38，超一线的土著，学历是211本科，个人资产1000多个，
扯过快乐症，有一个10岁的女宝，外貌的话从小到大都是班花校花这样子的，没有缺过追求者。然后现在这位男嘉宾今年40，年收入200，在一起1年半，对我不论从物质、情绪、10点半各方面都付出了能付出的所有。不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在围城内，也有一个女宝，因为他们之前关系不好，就一直分居着。然后主要是那个女生要比我小很多，小一轮，她才25、26岁。那其实呢，我对围城已经完全没有执念了，但是在这期间，他就强烈的表现出要和我一直走下去的意愿，而且希望我们之后能 DIY 一个篮球。那拉扯情绪的时候，我也说过自己很委屈之类的话。那事情的转折点就在前2个月，我其实是真的觉得这段关系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就和他提出分手。他觉得是因为他自己还在围城内，我接受不了，所以去跟那个女生提了扯快乐症。那个女生也极力挽回，意思是为了孩子好好过，也愿意为他再 DIY 一个男孩，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和他扯了快乐症。那这事儿发生以后，我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很难和一个人长期相处，而且因为我之前带自己的娃已经心力憔悴了，而且年纪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不想再生娃了。那我在他们冷静期1个月的时间内跟他说了几次让他不要扯，我说你们好好过，毕竟那个女孩还那么年轻，也好生养。我说我们就开心的相处就行了。他说他不能碰了我再碰别人了。虽然他说很多男的可能觉得家里外面都有是最好的，但是他做不到。他说只想和我好好走下去，所以现在已经拿了快乐证了。可是我真的突然就好害怕，就因为我不想再进围城，也不想生娃，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会对我和家庭非常好的男人。那我现在就很迷茫，一方面我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能碰到一个这样品德的男人也不容易，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很享受单身的这种状态和生活，所以想请曲曲帮我分析一下。分析啥呀？我们的口号是啥，你知道吗？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说得好，说得好，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什么是最重要的？你，我，你，都是你们在外面瞎说，把我名声都搞坏了。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说我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是最重要的，什么玩意儿？对的，你说的都对。我是最重要的嘛，你不想就不用思考，懂吗？你不想就说明一定有些东西没有打中你的诉求。对，就是之前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有问题的，就是我好像对那种1到1年多，我可能每次恋爱都是几个月以后我就不行了，就突然之间就对这个人会没有下头。你听我说，没有问题，你是什么样的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的，只要你自己能自洽。别人评判你1、2、3、4、5那个东西没有意义，只有你自己的感受是可以被参考的，有参考价值的。你很清晰，你非常清晰说我好害怕，我天天在害怕，天天在害怕，哎呀他要扯我也害怕，他要跟我好我害怕。你害怕你搞个毛线，你搞压力特别的大。对呀，就说明你不想啊，你不想，那么就不要被压迫。我告诉你，即使是一个男人的爱，也有可能是一种压迫，也有可能是一种逼迫，明白吗？不是说啊，因为是爱，就是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他的付出，代表了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会用一些很极端的手段，对吧？挽回，你要跟我分，或者怎么的。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就会认为，哇，这个人爱我爱的命都不要了，是吧？但实际上，在这个动作背后，他反射出的逻辑是什么？是胁迫逻辑，懂吗？他其实是个胁迫逻辑，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情绪胁迫对方做出对方不想要的选择。对，然后我跟他说这个情况，他就当没听到。他说不管你怎么对我，他说我至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可以啊，他说不
管你怎么想。但是然后你知道吗？就那天就到了30天，那天他要去拿证的时候，我还在拉着他不让他去，但是他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个证一定要拿下来。然后拿好以后他就当没有发生过，他就继续就说我们还是好好在一起，就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去想了，我们就自己好好把我们以后的小家庭给经营好，然后就憧憬了很多很多。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但是我心里面就，我想问一下，您这男的在一起多长时间？他是怎么付出的？你是怎么付出的？1年半，然后我什么都没有付出，然后他付出了200多个现米，然后他不买礼物，他说你喜欢什么你自己去买，他说，对，就这样子。然后因为他自己1年就只赚200个嘛，他就把自己生活必须的钱拿出来以后，其他钱他都给我了。就这样了，这样不挺好吗？既得利者，真呀！行不行？他明年就要跟我去 DIY 了，说要。你不想要是不是？对，不想要就不做。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行的？就觉得心里面对不起他，就觉得他已经付出那么多了。你看。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套的陷阱，知道吗？他要为他自己的选择买单，他是个成年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要为他自己的选择买单。如果他上了赌桌，他就要接受他有可能赢，有可能输。对，因为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要小孩这个诉求的话，我还是愿意跟他就是正常的相处的，但是你就主要是就完了，不想要就是不想要，就是不想要，懂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要黏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太黏糊了，你老磨叽什么呢？你老在那磨叽。他说我对你没有任何的诉求，他说我唯一的心愿就希望你闭嘴，你帮我带你别说话，你别说话。他任何时候他提诉求，你就说这个我不想，我不愿意，结束。你磨叽什么？在之前的拉扯中有说过，我说好考虑可以。考虑完了，我不想了。考虑完了噻，请考虑完了，我不要，这是我考虑的结果。你磨叽什么？你黏糊什么？你磨磨唧唧黏黏糊糊，就是别人压榨你的空间，好不好？除非你也很需要这张长期饭票，那就按他的来。如果你觉得无所谓，我也没有很要这张长期饭票，那就按你的来啊。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就是我一个人过也很开心，然后我也不缺，那就行了，什么？那就行了，按你的来。我再说一遍，好吧？别磨叽，蛮烦人。别磨叽。好的。就这样。好的，谢谢。拜拜。你们就是这样的，黏黏糊糊、磨磨唧唧，查不查啊？我就问你们查不查？那些绿茶都是这样的，是吧？那男的每次要追求他就我再考虑考虑，我再想想，我最近工作很忙，是吧？然后死都不说我不喜欢你，我不想跟你好。我身边有个姑娘就是这样的，她一点不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就有个男生一直追她，一直喜欢她，然后每次约她呢，她都去，知道吧？每次说要跟他谈恋爱吧，他这个那个吧，他就说可是你后面就要去别的地方啦，可是你后面就要搞别的工作啦，可是我妈说我得找个买房子的，可是这个就他永远都在拿一些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的理由，然后让别人觉得是什么你是不是在告诉我做到这样你就可以，我做到那样你就可以，听得懂我意思吗？你们这个话它翻译过来是什么？你要去外地了，是不是我不去外地就可以？他说可是我妈说男的要买房子，是不是我买了房子就可以？其实他压根不是这意思，他就是从头到尾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他根本就跟那男的就气场不合，他就不喜欢那男的。但是别人每次约他都去，别人送他礼物他都收，完了以后就每次他就扯淡那些理由。
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说你不喜欢他呢？我说你为什么就人家约你的时候你就不能拒绝，你就不能不去呢？他说可是拒绝了他下次还是会约我的呀。我说你就一直不去不行吗？可是那样不太好吧，大家都是朋友，这样会不会不礼貌啊？他就跟我整这出，知道吧？我说你为什么就不能够跟他说你不喜欢他，他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们两个人就做朋友可以，谈恋爱不行，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告诉他呢？啊，这样说吗？我从来没有这样跟男生说过，我觉得这样的话很伤人。我说你这样一直耽误别人的时间，一直给别人期待，然后让别人觉得这件事一直是有可能，那你不耽误时间吗？你这不伤害别人吗？他说可是我觉得我这个样子他就应该懂了呀他就应该懂了呀。你们说这个逻辑是不是很吻合？他刚刚这个状态是不是很吻合？你磨叽什么？你不想搞就不要搞，对吧？你一边说男的说我们搞球我考虑考虑，是吧？如果那男的说我想跟你在一起，他明明心里他不想要跟别人结婚，他说出来的不是我不结婚，他说出来的是可是你还在围内呢对不对？他一定是这样的呀。所以这男的他就想着那我去解决问题了，我首先是把那我去把我卫生问题解决掉了，我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个问题解决了咯，对吧？那是不是你就能因为你考虑嘛？那我把我问题都解决了，你是不是就能考虑明白了？所以说你们就老是查里查气的是不是查里查气的？你要是说真的是图这个人点什么，你查了就查了，那你也要认呢，查了你也要认呢，对不对？你也要说呀，那是啊，那我怕他，我一拒绝他，他跑了呀。那你这么说，我敬佩你，对不对？你就直接跟我说，我这么直接拒绝他，那他不跑了吗？我不得先把他呼着。你要这么聊，那我也觉得你挺厉害，你是个人物，知道吧？最怕的就是你啥都干了，是吧？啥好处都得了，最后搞一个我不是这么想的，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这聊不下去，是吧？那我们这是真聊不下去，好不好？大家就坦然面对自己，查就是查，好吧？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因为怕他跑了，我就是想占着他这点好，你到底是不是？如果你不是，你就按我说的，我搞不了这个事儿，我确实搞不了，我不想再有小孩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小孩了。你能接受你就跟我在一起，我这辈子不可能再结婚了，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小孩了。今天我跟你说这话，你就1比1 copy 给这个男的，你就跟他说，我这一生我都不想再结婚了，我也不想再要小孩了，但是我很喜欢你，我还愿意跟你在一起。如果在这个前提下，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你考虑考虑，把困难的事情让给他呀，对吧？让他做决定啊，你给人充分的人权行不行？让别人做选择行不行？对吧？你就按我说的这么说，不要用你自己那一套，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跟曲曲走丢，怕找不到我的直播间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之前关注的号没了就没了呗，没号没了，人还在呀，对不对？号没了怕什么呢？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曲曲。总算正常了，说吧。现在安静了吗？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170，长相7分，我跟男嘉宾是在新一线城市的 YC 认识的，然后男嘉宾的情况是年入300-400，然后资产几千 W， 是一线城市的高级打工人，我们在一起1年半了，10点半非常和谐。之前每个月没有给固定生活费的时候还可以上班，差不多是月入
16W 左右吧。然后他现在是一个月给我5W，然后不算节日礼物，算节日礼物的话，可能平均一个月7、8W 吧。他也知道他给我的没有我自己上班挣得多，然后一开始还跟我说我想上班去上班，然后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感情越来越好，然后我一说要去上班他又跟我闹。但是我觉得现在生活费有点太少了，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可以提供这个高情绪价值，我们相处非常愉快，然后还说可以出60W 帮我创业做生意，但是我也没什么资源项目，然后他也不能给我提供2-3年后，就是我有出国读书的打算，他也说可以帮我，就是出国。他平时出国出差的时候也会带我玩。我主要是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提高生活费？我之前提了好几次这个事情，我感觉他实力确实也有限，然后。我每次跟他说，如果要是不给我提高这个生活费，我就想去上班。然后他就是又跟我赌气，然后又哭又闹那种的。他晚上就是也会给我打电话或者视频这样的，我也不太可能偷偷去。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要是给我创业的米怎么下来？他如果要是我要创业的话，他会有那种要求明确的那种创业计划书才会给米的那种。问题就是这2个。你创个毛的业？你能创业啊？我觉得我不能。你觉得你不能？这句话说的挺对。你不能创业，你创个鬼的业？你还要别人给你创业，还不如给你买房呢。给你创业，这创沟里头去了。你们能不能行啊？我每天都要问100遍这个问题，你们到底是出来干啥来了？啊？到底是出来干啥来了呀？相处太愉快了吗？那我告诉你，你过不了这个最最浅显的情关，你这辈子就拿不到物质上的大结果，那你就一眼把你这个命看死，对不对？我就是个凡夫俗子，我就是个俗的不能再俗的有7情6欲，只想追逐7情6欲的小女子。我就是这混吃等死完事儿。这男的给的不多，但是呢我也够花，哎，就这样吧。你就这么跟自己做对话，做思想工作，你也别想着要更多，你也别想着还回头能跟你给个什么，搞个什么，哎，财富自由，那不可能，好不好？就是他也提过，后面几个月他有个副业下来，会再给我涨2-3W 这个样子。你自己上班一个月挣16，这男的一个月给你7到8，涨2个也就是10，这个账是个人都算得过来吧？我也不是说非要让你去上这个班，但问题是你总不能被这个人捆住了手脚，这个是基本面，明白吗？你也别谈什么生活费的，直接告诉他，你说到今年12月份，你说你给我买个什么，搞个大件，你就说这个到位了，我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我知道反正你肯定会为我负责的，那后面我就跟你好着，如果不行，你说这个班我是一定得去上，就这样。等到今年12月份，然后看他能不能。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如果一个人通过向你施压情绪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请问他为什么还要付出真金白银呢？你仔细思考一下我跟你说的这句话。然后他10点半太厉害，一下给我整懵了。那我说了的，那就是第一，我跟你说了呀，那我就是个凡人，我就是个俗人，我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认清我自己。那我就是比如说今年年底之前，然后管他要一个大件，如果这个大件下来的话，我就可以继续这样跟他在一起。如果要是没下来，我就该怎样怎样，是吧？该怎样怎样，这也不是一个口号啊，小姐。但是我们这个关系要彻底断了之后，然后还是可以同时我一边上班一边。不是彻底断，是围绕你的目标来，他来配合你，他配合不了他自己走，他配合得了他就配合，他配合不了他就走，听得懂吗？听得懂。你上你的班，他愿意配合就好好配合，他配合不了就再见。明白了。我非要接他电话，我非要接他视频，
我非要回他信息。明白了。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你们觉得10分钟？有人说爸爸10分钟够了，10分钟真的10分钟够了，知道吧？就你们这浆糊脑子，说来说去就那么点鬼事儿，还要多长时间呢？说长了时间把人都说的烦的呀，那个头发都要竖起来，知道吧？真的，一个人给10分钟，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告诉你们，真的，我是不是跟你们讲了的？绝大部分啊，99%的女人，99%的女人都以为自己在图钱，其实呢，个个都在图爱，对不对？99%的男人呢，他们说自己图爱，其实他才是图钱。你现在给男人2个选项，一个是肤白貌美大长腿，一个是牛逼的岳父。你看他选哪一个？他傻吗？一个牛逼的岳父可以给他换来1000个肤白貌美大长腿，他账不会算。这就是男人的本质，跟你们这姑娘婆婆完全不行。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做女性事业，我们想摇旗呐喊，想要带着一帮女性啊冲出来，是不是？想让大家掌握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地位、决策权，好难哦，感觉自己好无力，真的好无力，动不动的，哎呀，我要谈恋爱去了，是吧？动不动的，哎，我要去结婚了，动不动的，哎呀，我要为这个男人，我要死要活了。再简单的选项放在你们面前都不会选，因为你们永远都要被自己那个情爱所左右、所牵绊，对不对？但是其实像这样的选项放在男人面前，他可会选了，他特别会选，而他一定会坚定不移的选出来。你们就是求着，说着图米，图什么去了？图感情去了，图10点半去了，图这图那，图了一大圈，最后忘了我干嘛来了？我干嘛来了？我是吧？主打就是个莫名其妙，到最后殊途同归，是不是？到最后别管他冲出来的时候啊，搞得好像张牙舞爪的，哎，蛮吓人，阵仗蛮大，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恋爱脑。是不是到了最后都是恋爱脑？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刚才我讲的一个点，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知识点，对不对？你们不要总是被别人的情绪压迫做选择，因为当一个人的情绪能够压迫你做选择的时候，他就不需要付出真金白银了，对吧？当他说你不准跟别人拿的1、2、3、4、5，哦，不准呐，好，那就不搞了。当他说我给你打视频，你为什么不接？哦，我要接啊，好，我就接吧，是吧？当他说你不可以去上班，你跟我在一起，你不可以，你去上班，我不行，我爱你啊，你为什么背叛我？如果他这么搞，你就不上班了，我回来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只需要向你施加情绪，对不对？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是不是？那么请问他为什么还要付出真金白银呢？今天如果你去一个店里头买东西，只要你在店里头撒泼打滚，店里头就能把那个包给你，你还会再刷卡吗？啊？你去那个店里头撒泼打滚，他就要给你拿走，你还刷不刷卡？我就问你，如果那个店里面能让你吃霸王餐，说今天你抽了个霸王餐，你还吃了那个霸王餐，就是觉得那个霸王餐真的很美味，真的很好吃，硬是要把今天那个单买了吗？你会吗？你会不会？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当你已经因为对方的情绪施压，哎呀，语言、情绪这些东西，然后就达成了他的目的，你就不用再来问我，蛐蛐，他为什么不给我涨生活费啊？为什么他承诺的物质不兑现呢？他为什么要兑现？你应该问问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兑现？是钱没地儿花吗？对不对？钱放在口袋里头咬他，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想要对方的真金白银，那么你就不要因为他的情绪推动做决策，对吧？那么只有一个东西能推动你的决策，什么东西？真心，对不对？真心啊，真心。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这个呢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啊，你就是光。这本书呢主要是讲的我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故事、反思领悟，好不好？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怕走丢，怕跟曲曲走丢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来下一个。哎，曲曲好。哎，你好。我现在这个呢是个大佬，然后我们在一起有2年了，然后花了1000个 W， 然后就是这1年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女嘉宾，现在我们2个关系就搞得挺不好的。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他心里面怀疑我不忠，但是表面上特别信任我。然后就是第二个，觉得我对他不真心。其实我对他挺真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些行为还是怎么样，让他觉得我只是就是为了他的米什么的。然后我这1年发现他好像有另外一个女嘉宾的时候，我就一直怀疑他，然后查他嘛。然后他之前是极力否认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实锤。然后后来有一次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就去上线下那个私密课的第2天，他觉得我是去见人了，然后他第2天以后他就转账给了那个女嘉宾，这个是我后来发现的。然后现在2个人都心知肚明，但是没有戳破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有反复嘛，然后我又想走，然后又舍不得。我后车以后他又会反扑，但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给我台阶下的时候我没下。然后后来算是我认输吧，就反复好几次，现在他没有那么怕了，而且那边是知道我的，而且他在逼他做2选1，但是我感觉他还是想选择我这边多一点，因为我这边硬价值要比他高一点，但是我没忍住，总是情绪上就是没忍住搞点事情出来，他又偏向那边，然后我公开又没有怎么给他面子，然后他很生气，然后最近一次见面，他对我的态度就很差，他觉得在我这里被我治了，被我整治了，然后就故意想给我发现，把手机放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看，我就装作不知道。然后我感觉他这一次想给我发现是想跟我断了，但是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断。我觉得Hello， 现在好了吗？Hello， 但是那边一撤退他也慌，不过我觉得他对那边比我更信任一点，而且他现在防着我，对我们的通话有录音，然后对我们就是有合照，觉得好像我要跟别人跑了什么的，我不知道他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把这个米往回拿，还是为了防止我跟别人跑。然后现在我就是一贴近他一点，他就故意气我，就是委婉的，就是让我去猜想他去找另外一个女嘉宾，给那边花米花的很多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对我的付出呢，就是有多有少，不稳定。然后那边的沉没成本应该没有我大，然后我现在跟他就是有隔阂，我也不知道怎么消除这个隔阂，我就是现在在这段关系里面就很内耗，我想走吧又舍不得，就很痛苦，也不甘心被那边比下去，然后现在在这段关系里我又不知道怎么消除隔阂，就是进退两难。然后还有一层呢，我就是觉得他好像有一点，我觉得最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是想投资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事业扶持起来以后，好像是不是有一种想要分成的这种感觉，所以他才会就是以硬价值为主。你干嘛的呀？你啥硬价值啊？说来听听。就是
扶持事业嘛，然后可能到最后想分成我是说感觉一下你自己什么情况？那边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就是余波。你就是自己做，你是做主播嘛？他原来是你大哥吗？对。然后那个女的也是做主播的吗？对。哦，你自己原来做主播一年能挣多少？几百个 W 吧。大主播了，大余波。但是他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好吧，但是他没有透露，这是我自己感觉出来的。你应该去长期1v1，你有到我们1v1吗？我有1v1，有1v1。那你老师跟你给的什么建议啊？让我就现在忍着，但是我觉得我忍着又很内耗。你到底图什么？目标？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图什么，我现在有点乱。要米就忍着，不要米就拜拜。这两件事是这样的呀。你要什么？你要是要米，那只能忍着呀。你不忍着怎么着呢？可是忍着他也付出不了多少，然后不要吧，但是他现在不是我说了算，感觉这个东西不是我说了算。什么东西不是你说了算？那如果因为我说要离开要走已经很多次了，断联也断联了很多次，但是他就是不断就怎么样呢？不断就怎么样？他还是不断，然后呢？不断是什么？不断什么？你不回应他，人家能怎么着你？你告诉我。不回应我，他好像有对我们的通话什么的有录音什么的。那有什么用呢？那东西能干嘛？录什么东西？那东西能干啥？录音就是好像我们有关系啊。有关系吗？怕什么呢？本来就有关系，那有什么问题？就是他老师的建议是让我忍着，但是我觉得如果忍着的话，你回答我的问题，大姐，你到底想不想断？我现在不想断。你不想断就忍着，没毛病。你不想断也是图米呀，不想断。你不忍怎么着啊？你哪位啊？你哪位？你为什么？你凭什么？就是那怎么就是消除这个隔阂呢？哪来的隔阂？其实我觉得他是想要2选1的。没有隔阂，没有隔阂，他没有想2选1，他想2选2，没有隔阂，哪来的2选1？那边现在在逼他做选择。你让他逼他嘛，他逼他的关你什么事呢？然后我这边就减少了。那你不用管呢，你那边减少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对不对？你有什么可琢磨的呢？你不用琢磨这个事儿啊，你都已经有的时候想掰了，好累呀，这样的那不正好吗？减少了你就玩你自个儿的去呗。他给你发消息，你想回回，不想回可以不回，明白吗？不想回可以不回。你觉得这个人付出不够了，来，那我就冷淡点，我干别的去，对不对？我有没有别的大哥？我再维护维护。有，现在就是有别的大哥来，他就比较付出的多一些。那不正好？但是我就是现在有点偏就是偏情绪一点了，就是这个他付出的这个米都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这个气有点气不过。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小姐？你是主播，这个是大哥，你怎么你爱上大哥了？你迟早有一天把钱都吐回去。你搞清楚自己哪位行不行啊？出来在外面做事儿啊，甭管你是做什么，首先搞明白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身份。你什么身份？你气什么？怎么着呢？大哥在你这吃饭，不让上别的地方吃饭了？你哪位？你凭什么？打开门做生意的人呐，你听得懂吗？你是打开门做生意的人呐。
但我觉得现在跟他相处很别扭。别扭就别处了。他跟我相处也挺别扭。听得懂吗？别扭就别处了。你始终在跟我聊情绪，我在跟你聊目标。你的目标是米，你老子跟我聊情绪，哎，我气啊，我要胜负欲啊，我这个那个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去承载这样的关系，那么你就不要搞了，彻底的就消失在这种圈子里，对不对？在名利场里头，你现在就是在这个名利场里头，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保持自己的稳定输出，这个就是你的能力，你的本事。你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本事，你就 hold 不住这样的大哥。让那个女的跳去呗，你管人家干嘛呢？她跳她的呗。你干你的事儿，你做你的事儿，大哥，哎，花的开心，花的多，对吧？我对大哥好一点，大哥花的不多了，大哥要退场了，我找别的大哥。大哥再来了，我依旧欢迎。你能不能稳定一点呐？就是最近就是不太稳定。对，那他下次如果要提见面的话，我就是可以拒绝。当然可以拒绝啊，只要你花的不到位，都可以拒绝。你一定要明白你们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你们关系的本质是在他为你大额付费，你在给时段，懂吗？你的额度不够了，那这个时段就没了，好不好？就这样啊。好。到底这出来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每天，你们是真的爱那个大哥吗？挺搞笑的，真的很搞笑，知道吧？你们的爱本身就是基于这个大哥的实力，大额付出。这大哥分批铺花，你还爱他啊？你哪个爱不住？哪个年轻的、帅气的、身材好的你爱不住？你非得爱他？你们的爱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哪来的什么爱呢？对不对？哪来的什么爱呢？你们的爱是有一个巨大基础做前提的。你这个基础是啥？你天天自己骗自己，这有什么好搞胜负欲的呢？我一定要搞赢啊！那个女的不用，我要比那个女的拿得多，干嘛呢？干嘛呢？大家都是好姐妹，好好相处，行不行？啊，转念，我告诉你，转念，明白吗？什么叫做段位高？什么叫段位高？你懂吗？我告诉你，段位高的第一先决条件是什么？段位高的先决条件，第一先决条件是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谁？这个就是你的段位。所有的段位低的呀，那个 low DS 的呀，全部是什么呢？全部是不知道自己是谁，看不懂自己的位置，看不懂自己几斤几两，对吧？在一个不合时宜的位置上，要求这压根就不吻合他这个位置的诉求，这个就是叫段位低啊，是不是段位低？本质上来讲，你跟那个女的是竞争关系吗？并不是啊，并不是啊，你们是什么竞争关系？没有的，你们大家都差不多，对吧？都是差不多的。哎，今天上我这儿来，刷点礼物，明天上他那刷点礼物，这不是很正常的个事儿吗？对吧？如果是我的话，这种天我告诉你我怎么聊。他要跟什么别的那个什么女主播，他还让我看见了，我告诉你我怎么聊啊？他怎么这样啊？我觉得他有点不懂事儿。首先第一句话，对不对？你说啊，你说他都这么跟你说话的，我觉得他有点不懂事儿。说实话啊，你说我播了也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有责任、有担当、敢于付出的男人。你是我见的第一个。我为什么愿意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不可多得。我遇到你，那就是我踩了狗屎运了。我何德何能啊？世界上漂亮的女孩那么多，凭什么我能遇到你？我遇到你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么好的人。你说他跟你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他有点看不清自己。而且像你这样的男人，每天工作压力已经很大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让你开心的。
他每天说这些话，你看了，你肯定就觉得压力很大，对吧？那我也能理解啊，他凭什么要求你放弃我呢？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们两个人感情这么好，为什么你要放弃我呢？他说，但是他向你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很不体谅你。这话是这么聊的，听懂了吗？你再想想你自个儿，好不好？我真的，我呀，就是直播这个行业啊，搞晚了，知道吧？这直播这个行业搞晚了，搞早一点，你们看不着我做知识付费了，我也干余波去了，是不是的？就我只是给你们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什么叫做明白自己的位置？这个屁股呀，要坐在自己的凳子上面讲话。这男的一听，我靠，是个人物，是不是？搞这些，我天天在这儿，哎呀，搞这些，这搞来搞去的，这女孩心脏承受能力、事业前景，我操，太牛了，是吧？年纪轻轻如此觉悟，他一定心里是这么想的，对不对？这才是你该干的事儿。你干嘛呢？干架，天天在那干架，糊里糊涂，简直就是个糊涂，知道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啊。然后呢，大家那个害怕跟曲曲走丢，害怕找不到我的直播间，害怕我们中途断播啊，找不到我们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们天天活在那个爱与不爱的那个执念里头，我要搞得多，他搞得少，我要占大头，你活在那个执念里头，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站到上帝视角看问题。你站不上来，你一个段位就永恒的就是上不去，知道吧？那你就只能永远在这里听直播，你给我听个10年吧。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到我了吗？哎，你说。啊，我还没准备，我刚刚看我是第8位。那要不你待会儿再上来。啊不，我现在讲。好，你说。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年龄26，然后大专学历，长相7、8分，性格的话比较热情，然后比较恋爱脑，然后又比较积极上进的那种，然后平时会容易比较焦虑，然后我做娱乐直播做了六年多吧。然后现在是停播3、4个月的状态，然后我在直播期间就是没有走过那种恋爱的没有走过那种线下的关系，唯一有过一次的是我直播间有遇到一个就是比较年轻的财二代，相处了3个月，但是我觉得他的认知太低了，然后在后面他有一点往回要的倾向，然后我就撤离了。我目前的固定资产是200个，然后纯米有500。因为就是年龄的问题嘛，26了，然后想走婚恋，然后也想着以后直播想要有一份就直播它不稳定，然后我自己想要一个稳定的事业，刚好呢，然后身边就有朋友一个好姐姐说跟我一起开烟酒店，然后她朋友她老公呢是苹果有点关系和资源，然后她自己是几乎是个全职太太很多年了，然后她老公也是想给她有一份事业，所以我就退网，打算跟她一起做这个烟酒店。然后因为之前我自己投资过实体还有某票什么的，赔了大概100米的经验，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太适合做甩手掌柜，想如果再创业的话我就要亲力亲为。然后在这3、4个月里面呢，我有在 APP 上面对碰了几个，然后给我的感受就是几乎都是假大空或者是 P 某 A 还有白 P 男，然后要么就是那种实力很差的，然后其中呢有一个高富帅人设的，就我还蛮上头蛮喜欢的，相处了半个月之后人失踪了，然后跟他朋友去聊天呢，得知他的地址什么的都是假的，相处过程也很痛苦，就是有被白批吧。然后我现在目前就产生了一种厌男的心理，因为我自己回想一下我的感情经历，就是每一段感情都挺让我内耗的，现在就感觉可能有一点就比较破情值了吧。
然后近1个月呢，我有去烟酒公司打工学习，也是为了以后开店做准备。今天离职了，因为工作性质感觉跟以前直播一样，直播同样也是直播4个小时，店里面让我去做线上引流，然后呢，与此同时我还要去做线下维护。买我产品的那些客户呢，都是那种居心不良的已婚男，还想请我吃饭喝酒去应酬，然后店里面也想让我拉着他们一起搞业绩，我就觉得自己很廉价，就不想去应酬。于是呢，然后他还有各种条条框框的业绩压力，然后我就辞职了，因为觉得就是工作过程很不开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这个烟酒茶行业做了一些考量和市场调查，我觉得就是不是那么好做，尤其是女孩子去做的话。然后我现在就很对我的事业和婚恋呢就挺迷茫的，因为我退网也是因为就是想有一个稳定的婚恋，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我能不能找得到。就我希望曲曲能给我一些人生建议，就是在这个事业和婚恋上。你是25、26。任何时候不要想着我要去稳定的婚恋了，这个想法会耽误你们的人生，知道吗？你前面做主播的时候，正常1个月多少？我做主播的话，平均每年都有个100-200个吧，我大概就是有挣个1000来个，但是就留下的就这么一些。你啥意思啊？你挣了1000多个，最后就留下100-200了？没有，留下了500，然后固定资产有700。姑娘，你听我说啊，你能挣到这个收入呀，你在这个行业里边其实是有天赋的人，而且还是绝对的是属于做的很好的，你知道吗？你要明白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你所谓的找一个还不错的婚恋对象，那个不错的婚恋对象，你具象把它画出来是什么？年入100。我之前没有要求那么多，我可能想找个20-30的差不多了。你说脑子坑啊！我放弃年入100-200的事儿，我就为了去找个年入30的男的去结婚。你不需要，你要是稳着你那个年入100-200，那个年入30的男的得排着队找你，你完全不需要。找不到，我现在是没有圈子没有，可以去打圈子，而不是放弃所谓的年入100-200。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打，不知道怎么去打，然后我也是觉得我这个出去报课，还有一些年龄优势。闭嘴！出去报课，出去运动，出去学习，出去参加游戏活动，懂吗？没事聚会都可以，但是你年入100-200这个事儿不能放。你年入100-200，你也别在别人男人面前装穷。你既然都不打算找一个有米的男的，你居然只想找一个年入30的男的，你就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男的面前去装穷。你尽管让他看到你的实力。好，年入30的男的得从北京排到上海找你结婚。我之前想法是年入30，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其实也挺难相处到一块去的，就是悬殊太大的话。不管是什么，我告诉你，核心在于你自己的收入一定要稳住，收入要稳住。因为我目前退网了，我再回去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稳得住。不用确定，你就给我干。好，你给我干，懂吗？每个星期可以拿出2天出来专门社交，平常就该干嘛干嘛，该直播直播，该赚米赚米。你1个星期2天密集社交，听得懂吗？好，2天休息，密集社交。对的，密集社交啊！不要想那些什么有的没的，什么30的男的50的男的，你1年挣100-200，你可以找无数个30的男的50的男的，听得懂吗？我还是比较单恋的那种，就是单偶女吧。大姐，你能不能动点脑子啊？你可以找5个10个，那是你可以找，你也可以选择只要1个。好。你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赚钱干什么呢？我也是的，算了，我也不该劝你。你们这种人赚了钱，也不为女性的力量的进步做贡献。
还在那裹小脚裹小脑，每天活得像个怨妇。我也不知道你们要米干什么。你就是的，找个一个月5000块钱的班挺适合你。我看了一下，哎呦，那还是不要，上不了一点。就这样吧，拜拜。我真服了，你说是不是？聊的这个天儿，你说他挣米干什么？我觉得他聊的这个天儿，我觉得他都不需要米，他不需要，是吧？就一个月挣个3-5K 也可以了。一个月挣个3-5K 完全可以了，是吧？马上变成那种依附男人的那个状态，对不对？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对吧？男人都是对的，男人为大，是不是？他一开口就热，男人为大啊，婚姻为大，男人是天，就是热。你说你挣米干什么呢？也是的，我该劝，我劝个毛线，我真是，哎呀，服了，还在跟我聊，我是个单偶，哎呀。谁管你呀？你担得多的，谁管你担得多的？真的是，哎，我跟他聊东，他跟我聊西，我真的服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这个呢，你就是光啊，这个是我的首部作品，讲的是我个人人生的一些小故事，从小到大的一些小故事，好不好？然后大家那个怕走丢的宝宝们啊，怕被关播，刚刚有一个地方已经被关了啊，有一个大平台已经被关了，怕关播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不要走丢，不要走丢，一定要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找到我们的大本营啊。到处找，习惯了就好了啊。我们现在不是，哎，怎么这么大这个脸？这怎么？哦，好了，我们现在，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不是到处跑号，知道吧？我们是到处跑平台，我们已经不是以前还只是跑号，现在已经不是跑号的问题了，现在完全已经不是跑号的问题了。我就是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知道吧？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上面穿梭起来，是不是？我是无孔不入的钻，希望大家也能无孔不入的跟，好不好？虽然我觉得这个希望听起来有一点难为你们，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这种非常努力的啊，然后建立起沟通、建立起关联的，我们彼此都非常的努力，我们彼此都奉献了很多的时间来跟上彼此的脚步，是吧？我觉得大家能够走得更紧，心能够走得更紧，我是这么觉得的，你们觉得呢？跟着我常年跑习惯了的宝宝有吗？直播间里有吗？跟我扣个1。有常年跟着我到处跑习惯了宝宝吗？扣个1，我看一下。你们觉不觉得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麻烦，但是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每一次都能找到我的那种感觉？会不会觉得好像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了，对吧？我们的关系是超越了很多的很泛的一种存在的，因为无论我在哪儿，你们都能找到我。本质上来讲，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这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对吧？而且这件事呢，也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成就感。这件事儿，应该95%以上的人，95%以上的同行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能做到这件事儿，其实我虽然有的时候被关吧，也有点郁闷，但是看到大家又能找到我的时候，那种开心的感受，比我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一个固定的号上播，你们能看到我，其实要开心100倍。说实话，开心100倍。来下一个来，爱你们，爱你们。Hello， 你好。诶，哎，你好。Hello，你好。
哎呀，终于点到我了，就是自从刷到了曲曲以后，觉得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潘多拉的盒子。我现在说一下我的那个基本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基本盘是33，然后扯了快乐证，带篮球，创业8年，年入因为是口罩原因嘛，现在年入200加，然后长相8分，身材8分，然后男方呢是在体制内，然后年入我估计是15个左右，但是有灰色部分，然后也不详。男方的背景是35岁，然后单身未婚，属于北京过来，就是在我们这边来挂职镀金，然后家庭的背景呢是大苹果。然后在最中心点，然后另外一个大苹果是咱们某省的，也是老一吧。现在就是工作呢是家里面安排，他不喜欢，但是会顺从，也会坚持。然后我们双方认识呢，就是近2年，然后由商业上的朋友介绍认识的，中间吃过很多次饭，渐渐就是我能感觉到男方对我是比较有好感的，但是当时因为男方家里面有安排任务对碰，也是当地某大苹果的女儿。所以我就刻意的保持距离嘛，然后没有会意，并且装傻，就是以兄妹和朋友自处。然后后来大苹果的女儿因为某些事没有回国，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对碰。然后10个月前呢，口罩结束，然后我在家里组织家宴，期间男方表露出很喜欢我现在的生活，并觉得非常好，就是本人属于生活比较精致类型。然后男方评价我就是小年纪比较能干，不像他想象中的花瓶，然后并觉得我也长得比较漂亮。那次饭局之后，男方给我的朋友圈点赞，并时不时的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单独约我吃饭，但一直也没有表白。我也还是装傻，然后偶尔放他鸽子，然后偶尔也是他发微信聊着聊着我人就不见了。然后在1个半月前呢，就是我组局我们这边某市的一把手跟他私人娱乐局期间呢，给他说了一件我当时想在当地借助资源做的事情。当天也喝了很多酒，结束后呢就送我回家，在我家楼下就被对方拉着拥吻了。结果持续8分钟之后呢，我就推开并且匆匆回家了。回家之后也没有跟他在微信上在地球号上有任何的联系。然后持续就是之后呢，就是关系慢慢就发生了变化，然后开始约我看电影、吃饭，然后并主动帮我拿包啊、牵手啊什么，就是以男女朋友的方式相处，但是没有公开承认。然后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见面的时候很暖，但是分开之后在地球上的信息就不多。然后半个月前的饭局我没有理他，原因是因为他身边的有人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实际原因是因为别人给他介绍他没理。就是喝到中场的时候呢，问我为什么不理他，然后后场我们就是唱 K， 他当着很多人的面就牵着我的手直接说要送我回家。之后那天我们就发生了就那个，然后并且第2天单独约了我吃饭。他也愿意公开关系，后帮我对接好了当地的关系，并且顺利拿下合同。然后并说在对接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跟难处都要随时跟他说，他来安排。然后也一并给我的朋友安排了业务，然后并告诉我就是你知道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让我帮忙拿灰色的部分。之后呢，就是前2天在家里做饭，并再次有了哼哈。然后之后男方一直告诉我后期要回最中心点的规划，然后让我过去。让我过去之后呢，就是也是跟我画了很多饼，我觉得是画饼啊，就是让我过去什么的，见他家人等等，也主动要求说要我带我自己的父母也过去，让我在家里准备他的日用品。然后不知道我这个属不属于画饼啊，就谈的这个半个月期间呢，男方除了资源性的付出，吃饭买单，没有任何的其他类型的付出。我是2次发生关系之后，然后并得知合同签署，我就买了8K 的一个大牌的衣服送给他，不知道是不是妥当。想问的问题一共有3点，第一点是怎么稳定推动这段关系？面对他的线下热情，就的确线下见面的时候，他的工作电话很多，线上呢他就甚至消失，偶尔回我一句。然后就是我该如何处理跟相处。第2个就是身边很多人都得知我们关系之后，想从我这里搅和，并且感觉我要切其他人蛋糕，因为他经常当着其他人的面告诉他们这里面必须得给我切一部分。就面对这个多层关系，我该如何处理？第3点就是再有想做的事情，他能帮我对接的，我能否直接开口要？就是现在在这种关系已经转化为情侣之后，第一个就是压着他的节奏就行了，他说怎么搞就怎么搞，你不要上头，你只要不上头，你没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相处的时候很愉快，不相处的时候就消失，一点问题都没有，压着他的节奏走。然后就是我现在就对啊，就维持现在这个状态，不要想的太多，想太多动作变形。
好嘞，不要想太多。然后就是首先第一点，你要保障你自己给人家的感觉是绝对安全的。所以任何有其他的人说要从你这个口子去切1、2、3、4、5，在你们的关系没有到达说双方已经完全的，我觉得至少半年往后走啊，没有说非常稳定到半年往后走，你都不要把任何其他人给你的1、2、3、4、5弄到他这来。明白，不要往那引，不要让他觉得你过早的就想吃大蛋糕了。明白。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说他说的这些东西，那他说要给嘛，那你就听着就好了呀。对，我现在的想法也是只是听一听。然后我跟他相处的方式就是在地球上基本上是，他发了信息之后，然后我也很长一段时间才回他，所以他经常会老问我，他说你不回我信息，反正我也不生气，然后你为什么老不理我呢？就是这种状态，就是我自己有自己很多开心的事情可以做。吗？还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本身也是公司的事情就比较多嘛，然后我也属于那种大女主，然后就是女强人事业型的类型不是，就是说你是看到了故意的，还是说你确实是那个时候才看到？有的时候是看到了不想回，有的时候是没看到，无所谓吧，这个事儿就无所谓，你自己按你自己的舒适的方式来就可以了，就是不要刻意的为了搞那种内心的拉扯，然后去干这个动作，那就没有必要。明白了，那他这个线上热情和线下不一样，线下热情跟线上不一样，这个就，但是我也是多方面观察了，他也没有说有其他的什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琢磨这件事儿？好嘞，我知道了。还有问题吗？然后其他的就是刚才我说的，我现在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办法，然后就是往下推进就可以了，对吧？对，你就让他推，让他推。总而言之，永远就是我就是稳如泰山，你要干啥我就跟着你搞就完了。好嘞，然后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是可以开口问他要的，直接要资源，对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但是其他人自己的事儿或怎么样，我都一。我就说还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关系还是要再推一推。起码来讲的话，不要让他感觉你这个人贪，这个很重要。我明白了。好嘞，就目前是这样子，其他的问题没有了。拜拜。拜拜。差点关机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在这个固定时间你没有看到我直播，不是因为我没播，而是因为这个地方又没了，好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大本营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到我们的大本营，不要跟我走丢啦，好吗？成为曲曲游击队当中的一员，曲之宝游击队啊，曲之宝游击队，游击大军。对，刚刚也被关了呀，生命力超强。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特别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很喜欢我，很多时候呢，可能因为我的一针见血，是吧？我能迅速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迅速的给出1、2、3、4、5，包括我自己一些比较丰富的同龄人当中更为丰富一点的人生经验和感悟。但是其实这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生命力。我每一次在开直播的时候，对吧？4个小时从头到尾，无论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无论断播多少次，无论我的这个对话者他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不管发生什么，但是我给到大家的感觉永远都是非常的坚定的，非常的有信心的，非常的有热情的，有专业的，在面对我这4个小时当中的每一分钟，对吧？其实除了给到大家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我更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能量。我最在乎的，我这一生最在乎的，我的能量，我的磁场。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我受益终身的东西。无论你们处在生命当中的哪个阶段，无论你们现在在什么样的收入水平，或者你的老公、你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层级，你自己在什么样的层级都不重要。你们可能都有千变万化的人生的境遇，但是有一点是恒定的，就是如果你能有一个非常正的能量，如果你能有一个非常向上的磁场，你能有一个旺盛的生命力，你能有这种面对任何的困难不退缩、不动摇、坚定自我输出的这种精神，那么你们的人生就一定会持续向好，这个是必然。每一个人可能有的人他今天挣3000，有的人挣3万，有的人挣300万，这些不一样，但是这个都是阶段性的。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就是一个旺盛的生命力能让你的人生处在一个持续向上的生长过程里边。那么无论你的出身是什么样的，你都会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好，每天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洽，越来越满足，对吧？这个就是我想让你们从我身上看到的、学到的一个最大的点。因为很多人可能目前并没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需要求助，但是你们在这里看的时候，有的时候听别人的故事，找到自己的生命力量，然后再看到我的状态，你们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我也能为我的生命掌控更多了，更有力量了，对不对？逐渐的，好多宝宝说，哎，我看你，我把抑郁都看好了，是吧？它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到解决，而是一个能量场的变化，这个东西是潜移默化的，对不对？看了曲的书，感觉智商和冲劲占了很多，感受到了人和人的差距。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有什么差距，而且每一个人不一样，这个本来就是对的，也是应该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使命，这个是不一样的，对吧？只要我们能自洽，就是我能够觉得我自己过得好，过得快乐，那么你怎么过都可以，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找不到我们的书的宝宝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好不好？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里边等着你们。来，下一个。我没有学过心理学，我也没有学过心学，我也没有研究过身心灵，我没有学习过你们想象当中以为的任何一个东西，我全部都是靠经验，我全部都是靠人生的经历。Hello， 曲曲可以听到吗？哎，可以。哎，你好。今天可能有2个问题想要咨询到您。第一个问题是我和我为内的老公，我们俩是对碰认识的。我今年30岁，他32岁，我们的学历都是本科，目前都是3线城市的小苹果。我的身材样貌是7到8分，属于甜美温柔的类型，出去吃饭啊都会被别人要地球号的那种。然后我们的父母也都是苹果，属于门当户对的那一种。我们当时一见面呢就比较投缘，而且比较聊得来，感觉3观比较一致，所以婚恋推进的比较顺利。我觉得我们俩是有感情基础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性格不太合适。首先我们俩都属于在事业方面比较要强，而且性格还比较急的那一种。所以有的时候意见不合，还有一些小事儿，吵架的时候他会有过激的行为，比如摔东西、砸东西之类的，然后就会跟我冷战，让我觉得非常的消耗。他的控制欲很强，经常还会怀疑我，还会查我。只要我有反抗情绪的时候，他就会 PUA 我，让我觉得很累。慢慢的这么多年，因为争吵和冷战，我们的感情有了裂痕。我现在想扯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我的工作上的进步。他总是会怀疑我跟男同事啊或者男领导啊有什么暧昧，偶尔呢还会跟踪我。
我用了您之前说的那个方法，就是该干嘛干嘛，该哄他哄他，但是对他没有任何作用。他要不然就是跟我冷战不沟通，要不然就说我心里有鬼才去哄他。他就是很认定自己想象的那个东西，然后他嘴上说很支持我的工作，但是他的行为就是不支持。比如我加班、出差、应酬，他都会很不高兴。他还跟我说，一个女人对自己的老公没有崇拜、依赖的特殊情感，那他出轨不是人品问题，只是时间问题。我就反问他，那我对你没有这种情感、特殊的依赖，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另一半，你即使起不到这个助力作用，起码我们也要有温暖对方的这个作用。我现在纠结的点在于什么？就是一方面理智告诉我，他对我未来的成长没有任何帮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挺有责任心的人，对家庭、孩子和我在时间的陪伴和用心的程度上都很 OK。所以我想请曲曲帮我分析一下我这个现状应该怎么办呢？你对于这段关系，你现在自己最大的感受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负的，很明确。很明确，我就觉得没有思考的必要。但是这个他的这个责任心，我就应该你看放弃了吗？那个叫什么？我是不是经常给大家说两个词啊？一个是个人价值，一个是伴侣价值，对吧？这个伴侣价值才是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需要重视的部分。伴侣价值到底是什么？你说的责任心什么？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他的个人价值，因为他体现到你身上的东西不是正向的。就是只要我按照他说的1、2、3、4、5来，在他那个笼子里，他就会对我很好。只要我有想出那个笼子，他就开始。那你为什么要按他的1、2、3、4、5来呢？你不愿意呀？因为我为了家庭和谐嘛。不是，你不愿意呀？对，我你愿意，今天就没有这个连麦了呀。好吧。你如果是他挣多少，你挣多少？是这样，在米上就是我们一直都是 AA 的。那你看，我告诉你啊，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就是说女人所有的这种不愿意呀，她是因为对方的筹码不够。对。所以说你没有说服自己的力量。对。我有跟他沟通过米这个事情，我说你的收入要不然上交吧，这样我心里可以平衡一点。他就开始讲你物质呀，你怎么样啊？我说男人不就是应该养老婆、养孩子、养家吗？他就是说，我们应该共同把米拿出来为我们的家庭。所谓的责任心到底体现在哪儿了？你说的那个是责任心吗？好吧，那我明白了。我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可以吗？好。您的意思就是扯吧，是吧？对，我坚定自己的支持。你们寻求自己的快乐人生啊。然后第二问题是这样的，我跟这个男嘉宾呢是在一个工作场合上认识的，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苹果，身家有10几个小目标，他可能是自己父辈的那个资产，不是他自己。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向我身边的人打听了我，说我很得体，形象气质很好之类的。1个月后，我们又在工作场合碰到，他私下就找到我，并且加了我的地球号。我们聊了1个多月就在一起了。到现在是2个月的时间，他付出了20多个，是他主动的，我没有要过。他跟我说，你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我说，我都会满足你。情绪价值给的也很多，因为他平时工作很忙，中间有3天没有和我联系。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让我没有安全感。然后从那以后，他就每天都会给我发位置啊，汇报行程，关心我。晚上也会打电话之类的。我生病的时候，他也会给我送药、送吃的。我问他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好，他说在1年多以前的一个活动上，他见到我就很喜欢，觉得我很漂亮且有才华，但是当时就是找我没有找到。这1年当中，他还会经常看那次活动上我的照片，他说对我有一种挺特别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了，我想让曲曲帮我看一下这个人目前看是可以的吗？可以，他是属于黄的吗？可以啥？就是在他的付出还有对我的这个真心的程度上。你要干嘛？你要结婚吗？我不要。
那你问个鬼？你别人给你有利好你就拿着嘛。你在考虑什么？就是我觉得现在渣男很多，就不太。那好吧，我就想问的问题就是这样啊。我和他在一起的诉求啊，不是米，我是希望他能够在事业上能够帮助我，但是他其他方面做的都很好，唯独这一点他从来没有主动提过。你为什么不能主会动提呢？你提过吗？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会说，就是会说我工作很优秀，很认真，我就会顺着他的话试探过。我说优秀的人很多呀，但是能让领导看到的人太少了。他就跟我回复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不知道他的你看你是不是站着要？他是在等我讲吗？等我求他吗？他等不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没做。那我都说的这么明显，你哪里明显了？你这就是站着要啊！我不想说的话，我说出来这个话我跌份儿。你说，你这不是这个态度？不是，我真的不是，是这样子的，曲曲，他在最开始问我为什么会喜欢他的时候，问我是不是因为我是谁谁谁你才喜欢我？他有点这个担忧，觉得我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份，其实我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但是我肯定要否定啊。为什么呢？我说不是。因为你知道苹果它是有很多的戒备心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推进这个事情。你说的东西你自己也不信，对方也不会信，无非就是个情绪价值，懂吗？你说不是，他就认为不是了，都是情绪价值嘛。我骗你也是一种情绪价值嘛。他不改变事实嘛，他不更改事实，不更改你喜欢他是因为他是谁。所以啊，情绪价值归情绪价值的给，诉求归诉求的提，两件事他也不搭嘎。那主动提他如果拒绝我了怎么办？拒绝了就说明他不想了，这不就清晰了吗？但是他不想的点在哪儿？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讲太简单，你都没提，他还没说不搞，你就来问我他不想的点在哪儿？我觉得他都能主动给米，为什么不能主动提这个事情呢？这有什么差别吗？当然有差别了，那怎么没差别呢？那你学了我们金贵的关系吗？没有。那你先去学一下吧，好吧？那皇帝男跟伯乐男本身他就不一样，那怎么没差别呢？您觉得他是皇帝男是吧？不好讲，但是我只想告诉你，这个问题你问的非常的无聊。你是想非要得出你心里那个答案，凭什么呢？对不对？那如果他跟我说要等机会或者怎么样，那就说明他不想在这方面给嘛，对不对？不想在这方面搞嘛，只想拿米，拿现米。这样子啊，好吧，那我知道了。那如果今后我就是他也跟我搞了这个事情，我想和他长则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和他相处呢？就放平心态，没啥心态，放平心态，别天天动不动就想长则，往哪儿长？好吧，处开心完事儿啊。好，谢谢曲曲，没问题了。你们呢？该学习学习，行不行？该学习学习，没学透彻，真的都学了，不知道学了个啥，皮毛都没有，真的。我也是花了我前面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在给你们做的东西。我跟你说，真的，我其实这个里面很多的内容，甚至于再拿出来拓展，它都能再拓展成一个几个小时的课，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们可别觉得你们在哪里看了几个切片，你们就能把它看明白了，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做的这个金贵的关系，我里边的任何一个章节我拿出来，我都还能再拓成一个至少几个小时往上的课，是真的是这样。只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我只能我一次吧，我已经用尽了我当时的心力在做这个东西了。如果说再要我去填充，我又要用很大的心力去做，可能未来这个动作我也会做，但是起码来讲，你们对于我们整体的架构、整体的价值框架、底层逻辑，还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的。在后面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再去联系我在里面讲了哪个点，
你的那个学的那个速度都不一样，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这个是我的过去的经历的一本书啊，也是我的第一本作品《你就是光》。大家那个如果说看不到，怎么能够拿到这本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好吗？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免得跟我们走丢，好吧？找到大本营啊！书的内容非常的通俗易懂，是的，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每个人他愿意付出的点位就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每一个人愿意付出的点位都不一样。伯乐男就是愿意给你翅膀，对不对？皇帝男就是愿意只给物质，直接的直啊。不是只，是直接的只给，就是他不想你要他跟他搞资源，搞这搞那，他蛮烦。但当功夫，知道吧？他就愿意给你直接给你搞，给你搞米，或者说给你搞衣服、搞裤子、搞鞋、搞包、搞首饰，懂吗？只给，他是这样的。每个人付出的点位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不要老是按照你们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你要什么他给什么，不是的，反了，是他给什么我要什么。我是不是跟大家讲，我们有几个大的价值框架？第一个是什么？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第二个是什么？给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拿什么。第三个是什么？不找所有的人要一样的东西。知道了吧？你们的人生就非常的轻松、简单、容易，把最复杂的模式变成最 easy 的模式，不要在脑子上费些劲，到最后不出什么结果。来下一个。都不给还不换人，留着过年都不给咋办？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说话 Hello 干嘛呢？干嘛那这是来下一个。哎，我今天可能状态太高涨了，怎么播了这么半天才播了2小时啊？我感觉我已经播了好久，我可能因为状态保持的太高情绪，让我觉得好辛苦。Hello 你好。你好，曲艺老师，你听到吗？哎，听得到，你说。老师，曲艺老师你好，很喜欢你。然后我今天问的是，怎么和前任搞好关系，得到资源或者米。跟前任在一起2年，因为口罩原因嘛，对方在上海，然后不是他疯就是我疯。这2年里面只见过6、7次，付出过400个。然后他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多偶。分开半年后，我开始偶尔联系他，然后他给我推荐过他行业的新闻，每天更新的那种，我也会看，很多地方看不懂。没事的时候会说让他给我上课讲一讲什么的。然后我们上个月约定的是这个月去他城市玩，他请我吃饭，我想请教他一些看不懂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点是在一起的期间他承诺过明年3月会给我100个去买他说的股。但是他跟我提分开的时候，我有问过他股的事情还会帮我吗？他说以后可以交流，因为他自己就是做这个的。然后我在想要不要见面提这个事，但是是以借的方式。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跟他见一面非常难，如何趁这个机会把自己表现到最好，就是是否该表达对他的崇拜、仰望、思念啊这些，然后话术应该如何。第3个问题是否应该表达自己现在生活困境有多糟糕，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多少了。然后我们分开半年后第一次联系他的时候就表达过，还想让他帮我找工作什么的，其实目的都是想要靠近他。要不要表达想在他城市生活，但我又怕说他是来觉得我是来要米的，投奔他目的性太强。虽然我的最终目的就是资源或者米，所以今天想问一下曲曲，就见面的饭局该怎么表现比较好，让他觉得整个过程十分开心，并且让他觉得我比以前好了，然后能达到2次吸引来对我的付出。
如果不能的话，该怎么做能因为这次见面对我让他有点新的兴趣。怎么在一块的？怎么分的？在一块就朋友介绍的，分的就是很自然的分开，因为他曾经说过他不会处太久的女朋友。不是，最后分是怎么分的？你有没有个过程啊？没说过。过程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说过他的女朋友都是一段一段的，就是刚在他就说过，他就直接微信跟我说的呀。怎么说的？天哪，我有点忘记了。他就说我们也差不多到时候了，这样子。差不多到时候，然后呢，他就说了个我们也差不多到时候了。然后你的回应是什么？当时我当时说，我以为我们是真感情什么的，太久了，因为1年前了。不是，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个故事的这些关键性节点，我怎么跟你给建议呢？就是你，因为你这些关键性节点，我得知道它到底是这发生了些什么东西，知道吗？啥就叫啊？说好了啊，说好了，到点儿了，就哪有这种事情呢？他总得有具体当时有什么对话呀？因为他经常换，他不是只跟我这样。我告诉你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如果你们没有明确的说过分手，那么就证明你们没分。他说过的。对呀，他是怎么这个表达？你得把这个逻辑给我圆出来呀。微信上原封不动的说我们，哪一年开始的？今年现在就结束，差不多结束了，然后就完事儿了。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说，因为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是因为刚见面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到过，他说他的女朋友就1年、2年或3年这样，没有。那个时候你们两个人的联系频率是多高？你说分开的时候吗？中间你们在一起的中间联系频率，一开始天天联系，后面1周1次，就最后到分手的那个阶段就是1周联系1次，甚至2周1次，因为他不怎么理我了。后面那段时间是你每次给他联系他都不回？回，有时候会回，大多数都在回，有时候偶尔不回。所以说你说的2周联系1次，是因为你也没找他，还是怎么样？因为他有时候爱答不理的，我就会撑久这个时间，我怕打扰到他，我怕他烦，所以我就会拖一下这个时间，不敢去经常联系他。你也没努力过什么嘛，就说白了，这个关系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反正呢，他说啥就是啥，你也没有努力过，人家给呢你就拿着，人家说掰了呢，那就掰了。反正呢，人家要是说不想跟我联系，或者说想少来往，那我也就懒得来往，是这么个情况吧？是，但是我有很努力在跟他发消息，然后他每次爱答不理的，我就不敢发了。啥叫很努力的跟他发消息？你努力的时候你都发什么呢？说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问他在干嘛呀什么的这些。行了吧，反正就是主打就是个没内容，主打就是没内容，就是跟一个大佬是吧？一个大佬，然后呢常年反正也见不着，总共也就见了个6、7回，然后呢别人就是打你，没什么东西，反正主打就是没内容，主打也没有情感积淀，没有情感积淀，没内容，因为我得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在什么程度上，你懂吗？我问你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我得判断这个人对你到底是个啥意思，就是没意思，就是这判断下来就是没什么东西，没有任何东西。我觉得你就当没有发生过，知道吧？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从零开始。最好的状态是没发生过，从零开始，就是压根也没有，过去也没有这个事儿。你呢，不要觉得这一段历史是个历史，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们内心当中啊，情绪沉重了以后啊，你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你会觉得低他一头。不要，首先就是我跟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你好好的想一想，如果我跟这个人是第一次见面，如果我跟他是第一次见面，我怎么样表现是对的？你就只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次见面，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现在会怎么做？第一次见面，我现在就是
很自然的表现吧，就当以前没有发生过什么，什么都不提那些，啥都不知道，啥都不明白，知道吗？对，没有任何的，你不要认为有过去，一旦认为有过去，你就中了。这个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情绪啊，你的表现形式啊，它都中了。你认为你没有过去，不，没有，我们没有，从零，压根就没有。我在你面前，我就是一个新鲜的人，所以说我第一次我要见一个大佬的时候，我要怎么做？这个就是你就思考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了，别的问题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千万别聊什么啊，我怎么样了，这个那个，这就别聊，聊出来容易减分。我提这个是因为我听说他之前有的女朋友就是再次联系他的时候，他还是会给。那又怎么样呢？是的呀，那又怎么样呢？给了就能怎么样呢？是吗？啊？所以我不应该这么做，对吗？那怎么做？就是提我的困境啊，是这些的，让他帮助我做什么什么的。那就废了。那种东西，反正在我看来啊，一个能够长时间不见面，然后呢见个6、7次，能够拿出400个的这种男的啊，你们那种小敲小打呢，就是在别人眼里其实无所谓，你能不能敲下来点大概可以可能20、30问题都不大。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呢，它不吻合我认为长期主义的一个动作。如果说很简单，你跟这个人呐，很难见上一次面，但是每一次见面你都好像跟他第一次见面一样，其实你就能把你的价值做最大化。因为本质上来讲，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新鲜感的人，这个就是他内核。新鲜感就是一切的根，对不对？他跟任何一个人，他都只能有新鲜感，新鲜感过了，他就没有了。你在后面就变成了乞讨。那个乞讨吧，我是不支持大家走这个路子的。明白。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建议你啊，让别人能够对你有一点点的尊重。因为其实本质上来讲呢，他们这种人骨子里头啊，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小女孩啊，其实没有太多的尊重的。他只不过说面上过得去，但是其实在他骨子里看呢，他都觉得你们都是图我的米嘛，反正也就差不多就这样了，就这种感受。我觉得你要让人家觉得有点尊重。你呢，如果要向别人请教什么问题啊，我建议你拿笔拿纸记下来。如果他给你什么建议，我建议你拿笔拿纸也记下来。就这一个动作，对的，就这一个动作，起码让别人知道我是真心想学，我不是为了用这个由头来找你套米的。那就这次，那就过几天吃饭的时候，那就正常就好，不说那些。我不建议你们提诉求，我觉得挺傻的。好吧，因为他给我发的那些资讯，我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百度上能查到那种。我以前是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的。我要不要表达？就是原来他这么厉害。表达这干什么呢？表达这干什么？这个行业，他需要你告诉他有多厉害。是这样的。我说要你拿出第一次见面的态度，你在跟我聊什么呢？我跟你聊东，你跟我聊西，你们的个个都这样。哎呀，我的寿命啊，真的。哎呀，我让你们拿出第一次跟别人见面的态度，你要跟我说，哎呀，我搜了一下，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原来你这么厉害。杀了我吧，行吗？杀了我。其实啊，你们不要把男人想得太复杂，真的不要把男人想得太复杂，知道吗？这种喜欢新鲜感的男人，他要的特别简单，视觉冲击是第一要务，视觉冲击是第一要务，知道吧？首先是视觉冲击，然后那些什么聊天什么，主打就是什么呢？快乐开心，明白吗？首先在视觉上，他又想占有这个人了，他又对这个人产生，我要泡你，他要产生这个感觉，这就是第一步。
你们不要把这个事儿想复杂了。你们很多人的问题啊，是在于你们总是想就是打出点深度，是吧？打出点深度，但实际上你有什么深度呢？你没有任何深度可言，对吧？说来说去，最后落脚点还要落在，哎呀，我缺米。你说来说去，你最后那个落脚点还是落那儿。你说你有什么深度？对不对？你没有的东西你怎么打？装有，装不出来的，对吧？还不如走简单路线。我本来就是年轻漂亮、青春洋溢、活泼，对不对？我一走出来，哎，我该有的地方都有，对吧？依然闪闪发光，很耀眼，对不对？我一看到你，我依然在见到你的时候，依然让你看到我的时候，你觉得好长时间没有啊，跟这个女生，哎，忽然发现，哎，好像还有点兴趣，再来一轮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直打直的啊？我差米，哎呀，我缺米啊，我没米了，我好难，我好困难，你何必呢？对不对？你何必把自己搞这么 low 呢？如果你总能给别人一种视觉上让他觉得，哎，这个女孩真不错，是吧？那他起码来讲啊，他觉得我就算把你当个小妹妹啊，教你这个小妹妹这个朋友呢，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损耗，知道吗？但是每次你跟人家一见面，你上来就是在哭穷啊，是吧？搞得自己什么差这差那的，这惨那惨的呀。那个男的呢，他也会给的。其实说实话，这种人呢，他确确实实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多了，他给你点无所谓，打发你20-30。但问题在于，他内心当中形成的感受是什么呢？每次跟这个女的见面呢，总是消费，对不对？每次跟这个人见面，我也对他没什么兴趣，完了以后呢，还得往外掏。你说的人家能高兴吗？那你也就是个最后一次，对吧？越跟你接触越不想接触，越跟你接触越不想接触。你说你这做的是不是一个消耗行为？对吧？不要做消耗行为。而且呢，我不支持大家就是用这种很短期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人。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放在生命的长河中去看待。你们要相信我，就算现在这个人没有给你，可能别的女的在他面前卖惨哭穷啊，跟他拿了点，可能你在他面前你没有卖惨，也没有哭穷，你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副很开心很自信，见到他非常阳光非常积极，对吧？我们说什么生命力，对吧？我就是这个状态。你们可能在当下没有拿到什么东西，但是啊，我告诉你，你的这种生命力的状态会让这个男生记得你。因为他的预期其实是什么？他的预期，他见你们这种女的见多了，他的预期就是每一个来找我的，反正就想敲点，懂吗？哎，敲点，东敲西打的，他心里知道每个人都这样。但是你要让他觉得是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在于，其实我一直是在向上生长的。你用你那个生长状态让他看到。我跟你们说，在我身边呢，我从小到大身边有很多大佬。其实我呢，一直都是一个不搞什么短期利益的人，我一直以来我都不太搞短期利益的。但是啊，我会让这些人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女孩有进步。这个进步是体现在什么地方的呢？我的精神状态容光焕发，我的认知，对吧？然后我穿衣打扮，我所有的东西，我永远让这个人都觉得我没有给他过什么。但是呢，这个女孩她每次她都会开开心心的，然后呢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能量。而且呢，我永远都会把我的圈圈经营的非常非常好。我一直在思考，对吧？我一直在把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的丰满。我在展现我自己啊，每天我在学习，我在思考，我在交友，我在拓圈儿。所有的这个生命状态，这个是可以对抗你的年龄的，知道吗？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天，当我要做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如果我想去找谁来支持我，会非常容易。就算我不找，还会有很多很多曾经的大佬会来找我说，曲曲啊，要是你干个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投你啊。他会这样，这个就是一个上坡路，
懂吗？而不是随着你的年龄逐渐丧失竞争优势。我身边啊，不管年纪大的大佬还是年纪小的大佬，因为现在有很多大佬，其实他们年纪都很轻的，知道吗？我永远就是保持自我的强输出。这个强输出不是说我说话啊，而是说能量的强输出。我是在经营自我，经营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平常呢，身边也有无数的美女围绕，对吧？今天这一波，明天下一波，这一波完了下一波，反正这个花点那个敲点，都这样，都这样。但是呢，他们很多人打心里骨子里对我很尊重。我身边有很多人，时不时的就有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啊，我这段时间比如说账号出问题了，对不对？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大佬朋友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菊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我们帮忙吗？需要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他们会这样，我都是不需要我都是不需要，哎呀，不用都是常态，我都这样，都是常态。然后他们紧接着就说，哎，你什么时候搞点项目是吧？我们这些朋友大哥都一起投点你，我们都参与，都是这样的。我身边的朋友全是这样的，我是分文不要，因为我不缺，知道吧？但是这是因为我的状态让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呐，值得他们信任。而且从我过去的这个生命当中，别人已经看到我的成长状态了。这个就叫长线思维，长期价值主义。所以你们是最终是为了什么？我现在找大佬也好，哎呀，我谈恋爱也好，我找工作也好，我做事业也好，你们有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拘泥于你线下的这些东西，然后呢，你忘记了自己生命的归途，终点在哪里？我们要用生命的最后一刻去思考，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对吧？我希望有一天我走在这个世界上，别人看我是什么样的目光，你们要用最后那一刻去思考，然后来倒推我今天我要做什么，我要给每一个人呈现什么样的状态。这样的动作不会错，一定不会错的。短期的这些小敲小打的东西啊，说个实话，只要你敢开口，你总能遇到拿的，总能遇到给的，知道吗？只要你敢开口啊，只要你敢要。但是这种基于生命长期的最佳终局再去倒推出来的这种东西，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他都不具备，他不具备这样的眼界跟思维能力。如果你们还是一个小姑娘，你们20出头是吧，就遇到了这些大佬1、2、3、4、5，你就能通过我想要的是那样的一个闪闪发光的生命状态，然后再回到今天线下的这1个小时，这个点位上，我要给别人看到什么样的我。你用这个思考方式去思考，那么你就要相信，无论你跟这个大哥、跟这个大佬、跟这个姐姐、跟这个什么之间有过什么，没有过什么，有没有过任何的利益往来，你要相信你给他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对的，是牛逼的。他打心里他就会想，这是个潜力股啊，这个姑娘我得把她盯住了，对不对？我得把她锁死了。这个姑娘的生命是要走上坡路的，她不是光靠青春出来吃饭的，她的生命是要走上坡路的。现在我们能给她点资源，说不定有一天她就能给我点资源，明白了吗？你们要像这样去影响那个人，那你们就厉害了，你们就绝对的超越同龄人，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这个是我的书，你就是光讲了一些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故事，还有我自己的感悟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那个怕找不到我们，怕跟我们的直播间走丢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 ，Hello， 哎，你好，你说。能听见吗？可以，你说。哎，
哎，好的好的，终于到我了，一直想跟曲曲姐姐连线，然后刚才其实也一直有听那个几个嘉宾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跟他们也有点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断的吧，都太突然了，而且太果断了，然后导致我其实自己内心也有一些拧巴和纠结，然后所以说也想来问问老师这边看看，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对我这段关系的一些建议和分析，然后我还要不要继续，然后如果要是挽回的话，可能性有多大，怎么操作？然后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就是我和男嘉宾其实都是异国，然后是通过海外正规的对碰平台认识的，然后在一起2个月，开始呢彼此都很上头，很顺利，然后对方也是很主动的去往婚恋的关系去推进的，然后但是毕竟时间比较短，然后感情基础其实并不深，然后最近呢其实是由于办海外身份的这个事情发生了矛盾，然后现在已经断联了3周了，然后我也相信就是海外身份这个点，我觉得就要曲曲老师应该能懂，就是大家的这一个心病这个点，对。然后再具体一点是这样的，就是男嘉宾是马上33岁了，然后他家里的呢是妈妈比较强势，然后全部的总资产呢，我现在大概估计不是很确定啊，可能是有几个小目标左右，就是得全加上啊。然后呢，他自己是有些社恐的，然后属于之前曲曲老师描述的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那种很废的二打游戏的那种2代然后但是本质上是单纯善良的，然后又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小世界，是能自己自得其乐的。然后呢，他从高中就在海外，然后今年年初才回到国内，然后在国内的就是超一线城市，现在也是属于自己在家里待着无所事事，其实也没有干什么，宅在家里。然后但是呢，他因为也是刚回去，所以在他所在的这个1线城市，也是还要4年左右才有资格买房的，就是他现在也是没有什么资产的。然后在海外的话，现在也是没有他自己名下的资产。然后呢，我俩的感情是开始男嘉宾对我非常的上头，然后很真诚，很主动付出，无论是在金钱、情绪还是行动上。然后男嘉宾因为自己很渴望婚姻，然后所以说也非常积极的主动往婚恋这个方向去推。然后上个月我也见过他的父母，他爸妈对我本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然后也给了无论是在言语的谈论上，还是也给了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红包，然后也讨论了很多具体的实际性的去推进结婚的一些具体的事宜。然后我也很明确，比如说是插播一句，比如说他妈说到什么，哎呀，他找到我是他们家的福气啊，什么这种场面话等等的。然后呢，而且我也明确他喜欢我的点，或者他妈喜欢我的点吧，就是我比较漂亮，能拿得出手，而且比较聪明，有能力，性格好，然后还能操持家，能带着他儿子进步。等等这些，然后在和他相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各方面都很和谐。然后确实我性格比较好，我们都没有吵过架，然后我一直也都是比较相处的和谐的自然的，就都是一直哈哈哈挺开心的。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他妈一听说我这个海外身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然后就让这个男嘉宾彻底跟我断了关系。然后呢有个小背景也是插播一下，是之前这个男生他帮一个女生做过一次这个担保，然后那个女生当时跟了他4年，然后但是呢据他们所说，现在说那个女生拿到身份之后就变了，然后双方闹掰了，甚至还打了官司。然后这说要那个打了官司要他家分他们家钱啊，怎么样的，然后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成了他妈的一根刺，然后觉得其他人都是图他的身份伪装的，然后可能拿了身份就变样，然后都是要分他家钱的，等等等等啊。对，然后所以说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也涉及到我俩之后怎么相处，因为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异国，然后他家和他其实都是想让我回去陪他，然后他妈也之前也是说过，说只要我愿意回去就给我安排他家里的工作就职，然后也发工资和五险一金等等的，然后但是这个身份不解决呢，就是因为影响我俩的相处，我俩开始就是异国，所以说就卡在这个点上了。不是这个身份的问我没太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们俩要结婚，他就一定要给你办这个身份；如果不办这个身份，就结不了这个婚，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啊？对，这个就是我其实也疑惑的点。我马上说完了，要不我把这个说完，然后带过。就是因为后来这个男生他有过一些挣扎和犹豫，然后他说很喜欢我，然后他需要冷静几天。然后我试图就是在他这说冷静之后，我又试图找过话题，给过台阶，然后反馈比较冷淡，因为他说他家里有亲戚生病了，他要冷静。然后呢，我也发过一篇小作文，然后回顾了我们的感情啊，然后也提出了个解决方案。然后但是呢，他就突然变得冷淡了，然后发完之后他就说一句说那我们就是做朋友吧。然后我又回复了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给我讲讲那几天你爸妈到底是怎么说的吗？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解决一下。然后他就不回复了。就是我这边的信息确实这个事儿比较突然，因为前面都发生的好好的，然后呢他
就是他直接逃避了，然后也没有跟我好好讨论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然后而且就起因是我发现他回国之后的态度有些消极和逃避，就跟之前的态度不一样。然后我俩又没有吵过架，我也没有发生过变化，所以说我就很奇怪。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就突然爆发了，然后他突然说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一下子瞬间接受不了，我就哭了，然后就冷战，然后冷战之后就这样了。然后其实所以说我也不清楚他爸妈究竟是怎么跟他谈这个事儿的，究竟是怎么想的。然后就我也现在很疑惑。然后还有一个补充个点，就是说应该基本上我还是可以断定，就是说最近他身边是没有其他的人的啊，因为我们其实也才断联了，就才2-3周，就是我们才断联2-3周。然后因为他其实是特意回到澳洲来推进我和他爸妈的见面的，就是只是我感觉如果他身边但凡有个其他人的话，他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去推进。为什么呢？这两件事没有必然关联啊。他可能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呀不太好，然后回去就有其他人了，是这么个过程。哦，但是呢，比如说他之前所有的这些在国内的那些女生，都是通过那个海外的这个对对碰平台认识的，但是那个对对碰平台的人都跟我说他没有找过他。你在搞笑吗？那平台的人还能跟你说实话啊？那这平台的人还能跟你说实话啊？那这样这个点我们先放着，就我也不确定。那好吧，就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你没回答我呀？什么意思呢？我没听懂这个办身份办身份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之前其实他来这边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一直想让我回去，然后呢，我就跟他有提过，我说我3月份现在身份要到期了，然后呢，我们还有半年的相处时间，然后呢，因为他非常的想在明年结婚，然后他自己主动提了说啊，那没有问题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事儿提前一点，早一点回去见你爸妈，然后我们就是在3月份之前把你这个身份的事解决了，我帮你递上去，然后你跟我回去，就是他是同意我们在这边先结婚，然后呢回去，然后结果，所以说我也后来没有跟他详细聊这个事儿，因为在我接收的信息里，这个事儿是他同意了，至少态度是积极的啊。但是回去之后，不知道他爸妈怎么谈了，这个事儿就突然谈崩了啊。我觉得，但是这个其实也，我认为跟他爸妈没关系，我不认为这个事儿跟他爸妈有关系。他原来就是跟一个女生，就是因为这个办身份的这个事儿掰的，对吧？对，他原来是结过是吗？对，算是结过，因为但是他不是因为这个办身份是跟之前那个女生掰的，他是因为帮人家办完了之后，他后来因为什么事掰的，但是具体没说清楚。我猜可能是因为彩礼或者之类的别的问题，没最终结成。我不认为，就是这个男的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个男的就跟人家那些什么一上来说那个女的说我有个婚史，我有个娃，然后那个男的就说我都接受。然后到最后到了临门的时候就说对不起，我家里接受不了掰，是一个概念。对，就在我看来，这个男的并不是因为他家里掰这个事儿，而是因为他一上来其实他就没有想着再结婚，他就是找个人谈恋爱，然后他以这个能帮你办身份这件事儿为诱饵，跟你谈恋爱，但是谈到这个时间临界点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撤退。就是我还是不能跟你办身份。我插播一句，这个好像就是这个逻辑顺序还是有点变化。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不知道我有身份这个问题，我俩是谈了一阵子之后，然后他一直想让我回国，然后我提到了说3月份我有个身份这个节点，然后他才提到说结婚解决这个事儿的。其实这个我认为这个不是很重要，重点是在于这个人他本来扯了快乐证什么，他也没有什么非要结婚的诉求在这儿，知道吗？但是他自己确实是一直说想结婚。那他说嘛，因为在外面骗女的谈恋爱不都说自己要结婚？但是他那段时间也是真正经，比如说他也付出了很多金钱，然后也带我去看戒指，然后什么都做了。就是我只是觉得他如果要是他付出了多少？我俩其实在2个月里面，这也没付出很多啦，但是只是就是他的态度和他的行为还是挺真诚的呀。然后其实身份这个事儿确实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告诉你，他只有一件事是很真实的，就是突然断联这件事是很真实的。其他的东西都叫烟雾弹。我们就是说他所有的语言情绪的表达动作那些东西都是烟雾弹呐。只有就是最后他怎么他就发的断联了，你再找他不回了，这个是真实的呀。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呢？
那你觉得他其实就是之前就是想骗我一阵子，然后玩一阵子，就是玩，就是谈个恋爱就是玩，懂吗？无数的男的出来都是以婚姻做诱饵，以这个做诱饵，以那个做诱饵，反正就谈着呗。他也不是说他一定就不能跟你结，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想，从头到尾他就没有那么想。那我本来想着说11，因为我可能过一段时间也要回国先，然后要不要见面，约个见面跟他谈谈？哎，谈个毛！还是这事就彻底办了？我就建议你彻底的失联，就是彻底不要再出现了。如果这个人还能反扑，还有机会；如果这个人不反扑，你没机会啊。好吧，就对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哪怕他就是还有一个点，我不知道去不去，不好意思啊。你们要是说，我跟你们讲，我看问题啊很简单。你们看我直播看长时间了的，我告诉你，我说的话基本只有被验证的。你们说是不是？有那种过来跟我连麦连了3-5趟的，你们见过了的吧？你们见过那种跟我连麦过来连了3-5趟的吧？我说的话呀，基本上都是只有被验证，基本上不太会属于会被推翻这一类的，知道吧？但凡你们说个男女关系相关的问题，其实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说来说去就那些鬼事儿。他就是大的，他就是那72变，知道吗？他就是那个72变都变不出第73变，都是差不多的个逻辑。很多人他一上来呢，他都会跟你演真诚，因为他本质上他要的就是这个爱情的体验感，他要的就是个爱情的冲动，爱情的甜蜜，知道吧？但是其实呢，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并不想承担责任的。他会自己骗自己，你们懂不懂啊？就这些人，他们在跟你给承诺的时候，其实他会自己骗自己的。他会跟自己说，如果我们俩真的处得好的话，我会跟你结的呀。如果我们俩真的处得好的话，我会给你办身份的呀。我也不是骗你，你明白吗？他自己都会给自己洗脑，他自己都信了他自己的鬼话。他不是说他纯骗，明白吧？他不是他一上来想说我100%不会跟你结婚，他不会这么跟自己对话的。他自己跟自己这么对话的时候，他拧巴，明白吗？他其实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当中，首先骗自己，他先把自己说服。我不是那么，就我也不是那种垃圾男的出来骗的，对吧？我不是。只不过说我对这个东西嘛，现在诉求没这么强烈，但是万一这个女人我跟她处着，万一我跟她处得好呢，那我不就结了吗？万一我跟她处着好的，我不就给她把身份办了吗？其实呢，她并不想，她从头到尾她就是不想，但是她首先骗人先骗己，知道吧？她到了那个临门的时候，她就反正就撤呗，那撤呗，因为我再不撤不行了呀，我再不撤，我这事到这儿了，我得撤了呀，我时间到了呀，我再往下走，我得兑现了呀，我不能兑这个线呢，我没准备好啊。他到时候又会来跟自己对话，哎呀，这女生吧处下来，我还是觉得不太行，价值不太够，明白了吗？你那些，我是不是跟你们讲？那个女孩子出来啊，有婚史的呀，是吧？有娃的呀，出来以后呢，我让大家什么都别说，对不对？什么都别说，就包括你们说什么我要给身份这个那个啊，我跟你们讲，这种啊都叫你的减分项，明白吗？你这个东西只要一说，那个男的他的警戒心就上到这儿，他的戒备啊，直接拉到这儿。好，然后你们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信息差，什么信息差呢？你现在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吧？这个女的有婚史有娃啊，有什么有家族遗传病史，反正就是这个各种吧，减分项。好，然后这个女的说，那如果刚开始在一起没多久，是吧？在一起没多久，就跟那个男的说，但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如果说你是想认真跟我相处的，那我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咱们俩就没法处。那男的说，你说然后那女的说，其实我之前有婚史，我还有个娃，如果说你是想跟我玩玩的，那就算了，我肯定是想找一个能够跟我认真，能够跟我再次走进婚姻的男人的。然后这男的说，想了想，慎重的想了想，
凝重的想了想，皱着眉头回去想了3天，然后过来跟你讲，我想了一下，反正呢我喜欢你，我就接受你的一切。这个对话一发生，好，对话发生完，这个叫语言。语言是什么？语言是目的。然后这2个人他的内心动作是什么呢？内心动作是这样的啊，这个信息差它怎么产生的？这个女的她心里就在想，哎呀，我找到真爱了，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愿意接纳我的过去的男人，他是会给我承诺的，他是会跟我给婚姻的，他是会为我遮风挡雨的。这是个女的，她的心理动作，对不对？好，这个男的心理动作是什么呢？哎，到时候的事到时候再说呗。懂了吗？这男的心里他这一句话，他说：“哎，现在先处着呗，我现在觉得这还反正挺开心。这要处到结婚，那不还得1年半载？到时候的事到时候再说呗。”完了妈又给我关了，还好10分钟是吧？他是不是这么想的？明白了吗？这个时候你们之间的这个信息差就产生了，你把对面的这个人看成了真爱，他把你看成了什么？他把你看成了什么？他想的，反正我现在总不能，我现在说我不接受，那不就是拜拜了吗？那我现在还没想拜拜呢，我还没腻呢，我新鲜劲儿还没过呢，对吧？所以我说，你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实则是已经把生杀大权交到了对方手上，因为你已经完全判断不了他给你的到底是真的假的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你上头，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个男人让我托付终身，你上头啊，你预期上去了。但是从那一刻开始，那个男的从头理性到尾，从那一刻开始，他每就受到你的一分感动，每跟你相处快乐1分钟，每幸福1分钟，他内心都在想，哎，这女的有娃的啊，这女的有婚史的，哎，你他妈别给我上头啊！他自己的心理动作是这样的，明白吗？你这个女的一上来，我要办身份的哦，我要是不那个的话，哎，到时候我们俩就没法好咯。这男的说好呀好呀好呀，心里想的是到时候再说呗。然后每跟你2个人付出1分，对吧？他跟你带你去买东西，带你去吃饭，带你去逛街，跟你快乐相处，每一次你心里都在叠加，他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他心里都在叠加，我没让你吃亏。我没让你吃亏啊，我该做的都做了，我该搞的都搞了，我不是那种白拼的男的啊，你别到时候说我吃干抹净啊，我还是给你付出了，明白了吗？所以说别争啊，咱们就是主打就是别争，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走丢啊，怕找不到曲曲的直播间，怕我们关播了以后找不到我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又被关了，我这一点套路不能给你们揭秘。揭露一点套路就给我关了，你看看，一开始揭露套路，那些男的就开始举报，疯狂举报，那个举报值啊，就这样往上上，你知道吗？哎，没办法，咋办呢？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哎，你好。哎，你说。你好，我是金木的学员，然后曲曲老师，新书你就是光我也买了，然后每次听曲曲老师直播就像是一剂良药，然后治愈着每一次不清醒的自己，感谢曲曲老师。就是我主要想咨询一下那个婚恋问题，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我今年29岁，然后普通本科，在超一线城市，年收入15W 左右。你声音大一点啊。没啥，现在可以吗？好，对，没啥资产，然后父母在农村，基本帮不上啥忙。
然后男嘉宾是31岁，我俩同城，大学一个学校，然后他是大厂程序员，年收入40W 左右，然后家庭资产不详，但已知的是在超一线城市有购房的打算，手上现米应该有500个。然后双方今年3月交友平台认识的，4月底确立关系，现在处了半年多。男嘉宾没有大件付出，平时约会吃饭旅行基本是男嘉宾出，但是我也保持着5次出1次的频率。目前我想往围城关系方面推进。然后我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想让曲曲老师帮忙看一下男嘉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模型，第二个是想让曲曲老师帮忙看一下我有没有进入到男嘉宾的硬性价值观下，第3个如果有的话，具体我该怎么做推进围城关系。听着还行啊。是这样子的，我补充一些细节吧，就是男嘉宾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下班都是9点10点之后吧，就我俩周末会见面，而且周六我会在男嘉宾那边住，然后我俩工作日聊天不是很多，然后基本上都是男嘉宾下班后聊天，内容比较单一，多停留在什么下班了吗，上班辛苦了这些，就是个人就我不太会聊天，情绪价值我觉得应该没有给到对方想要的。就看过曲曲老师的直播后，就是受到引导付出理念的影响嘛，就想加大对方的沉默成本，就是使双方的关系走向长则。就是我尝试引导过，但基本都没有得到正反馈上。我说完了吗？差不多。你们的问题是在这儿啊，主要还是技术不行，知道吧？技术手段不行。这个引导付出，你咋引导呢？就我说一个小事情嘛，就是双11嘛，就比如说我想买一个东西，然后发了一个链接给男嘉宾，然后你这叫引导付出啊？你咋不说你抢劫呢？啊，我平时吧都是吃了没、睡了没、喝了没、起了没，到了双11，夸一个链接发过去，这叫引导付出啊？也不是就双11，就是平时我也会偶尔就是平时也发个链接过去。双11发个打折链接过去，那倒没有。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逻辑啊，你知道啥叫引导付出？你们学过金贵的关系吗？我是金贵的学员，你是金贵的学员，不是一个好学生。别人啊都要学100遍，知道吧？我估计你学了半遍。我跟你说啊，是什么让一个男生愿意付出的？开口是什么？开口他是情绪已经堆积到那个份儿上了，我不给你装傻的机会，明白吗？就是我怎么判断这个人他是不是想付出？如果我不开这个口，是不是我判断不了，对吧？因为我不开这个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装呢还是真的不知道，对不对？我开了这个口，我就能知道你到底想不想，我就不会自己骗自己，懂我意思吗？但是开口它是最后一个环节，开口前面它是要把情绪垒起来，懂不懂？就是这个情绪，首先这个男的他跟你聊天呐，他聊的时候聊他妈贼上头，他抱着个手机就能呵笑，明白吗？每天你能不能让你自己首先在聊天这个层面上，让这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好喜欢跟我聊天，聊得贼热乎，打得热火朝天，贼黏糊，对吧？然后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天天贴着抱着黏着，懂不懂？是这种东西。然后到了一个点，我想要什么，我再来提，它是基于什么？它是基于情绪价值在买单，就是付出的逻辑其实它是基于你的情绪价值在买单，明白吗？但是你没有情绪价值，他为什么要买单呢？就是在情绪价值这个点位上，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打。你可以去就是我本来也想去1v1，但是老师说先来跟您连个麦。那你可以去1v，你知道吧？因为聊天呢，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啊，是最不动脑子的一个环节，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就贼困难。你们每天就是聊得很干巴，懂吧？就很干巴。对，就是不知道该聊啥。哎，就是又没有深度呢，完了以后呢又不生动，没有情绪。你们是基于关系在要付出，就是因为我跟你是女朋友，你是我男朋友，我到了这个点儿我就开口。那这个男的他拒绝你的时候啊，他内心连内耗都没有，懂吗？
因为我跟你说啊，男人，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让这个男的他拒绝不了，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拒绝不了啊？为什么我要付出，他拒绝不了？因为他怕我生气，懂不懂？他怕我生气，他怕我不高兴，他怕我不喜欢他了。但是你们为什么开了口，他可以非常简单了当的拒绝你？为什么？他不怕你生气，因为你不生气的时候，本质上来讲，他也没有体会到什么很甜蜜的感受，所以你生不生气于他而言，他的感受上没有变化。就是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就是说我买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然后就是我不是很贵，你看你们这聊的都是什么天儿啊啊！不是很贵，人家就该给你买。发了一个，人不是很贵，人家就该给你买，是吧？你要说服他，要说服他给你买。这个东西是因为贵与不贵给你买不买吗？他给予你买不买是这个东西贵不贵吗？你告诉我。反正后来我们就因为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价值观的碰撞。他说他跟我价值观他妈搞价值观碰撞。我跟你说，一旦上升到价值观碰撞了，你这个事儿就废了。我告诉你，我们是什么？不停的让这个男的在不理性状态中交流，懂吗？就是男人他要对你给是什么？不理性。他理性他怎么给呢？给不了啊。当你上升到两个人要开始掰扯，我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给我，为什么你不给你不给我你就怎么着，你上升到这个 argue 里面的时候，他全是理性，这个就指着全盘错误，懂吗？我们就是要聊天的过程当中怎么付出，是完全让他不理性，没有任何一点理性成分在里头，懂吧？我根本就不是讲道理，我那个就是撒娇、撒泼打滚、卖萌、装傻，知道吧？装傻充愣，主打就是个莫名其妙，然后让他把这个下下来，是这样的。那老师就是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老师觉得就是我有到男嘉宾的硬性价值框架吗？就可以推进这个围城框架都还好，我就说人家能够平常能正常买单出去旅游，他都能买单，其实都 OK， 问题不大，知道吧？但是啊，你要学会调动情绪，情绪如果调动不上来，你光有价值吻合，这个男的他只会把你看作什么呢？适合放在家里的女人，对不对？老师，就是我平常就是我知道自己基本盘可能不太好嘛，就是可能双方的关系中我可能比较处于低位，然后就是我平时就是告诉自己就不要跟他搞认知，多顺从一点。然后呢，但是相处过程中呢，男嘉宾就说我比较刚。然后大姐，低位你还提诉求，你还甩链接，那你这个动作也跟低位不相符啊。怎么呢？我就是在你没有感情的情况下面抢走你的钱包，你就上头了，是吧？什么逻辑？我就高位了。我在你对我没感情的情况下面，我抢走你的东西，我抢走我打劫，打完了以后你上头，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顺序对吗？所以就是要求助老师啊，就是到底该怎么做？我就说嘛，还是先学聊天。我建议你先去1v1个月，好不好？那也可以。你起码感觉一下，到底啥叫聊天啊？啥叫搞情绪价值啊？明白吗？是我就特别想学习这个。然后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都没有进入男嘉宾的硬性价值框架的话，我就觉得就是还好，现在也看不出来，这男的都正常在跟你处。就是起码你也没出框架，但是你老是在这种抢劫状态下，可能就出框架了。我实话实说，好吧？老师，你说的那个抢劫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方没感情，你硬要啊？这样的吗？对啊。好，我明白。好，拜拜。好，谢谢老师，好，拜拜。你们的逻辑全盘错误。我跟你们说，我们呐，跟别人提诉求的时候啊。根本就让别人，他不会，就是他是在一个迷糊状态下答应诉求的，知道吧？就是你一天有90%的时间都在亲亲抱抱举高高当中度过，
90%的时间，这男的他的脑子整个就是脑子里都是泡，明白吗？就是你就是话都往好了说，哎，往死了夸，往死了舔，知道吧？就是各种甜言蜜语，别嫌腻，别嫌恶心，都是从早上睁眼的第1分钟开始，你就想着怎么给他灌迷魂汤，明白吧？从早上第1分钟开始，宝宝眼睛一睁就想你了，懂吗？然后再眼睛一睁就开始，我眼睛睁开的时候都没有收到你给我发的消息，你怎么了？你做梦的时候梦到别人了吗？主打就是个不要脸，明白吧？主打就是个不要脸啊。然后啊，你要是看他，哎，比如说，那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那他要是在任何地方，他要是花米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对吧？只要他有消费行为，是不是？你就要跟他说，宝贝，是我对你不好吗？为什么你把米都花到那儿，你不花到我身上？明白吗？是不是的？哎，他对员工大方，对吧？我好羡慕你的员工啊，我也想做你的员工，要不我也当你的生活秘书吧，好不好？从今天开始我就给你当生活秘书，因为我觉得你对你的员工好好呀，我也想要工资，你给我工资好不好？是这样的啊，不是甩链接，大哥，不是甩链接啊，你们那个甩链接我真的是666啊，这个链接一甩过去下头了，明白吗？那个链接怎么甩啊？你要甩链接，链接只能怎么甩呢？啊，怎么甩？我告诉你啊，你们2个人是吧？本来是坐在2张椅子上，是不是？你是不是心里想着我要买东西，我要甩链接了，对不对？把你的屁股挪开，挪哪儿去？挪他身上去，往他上一坐，懂吗？看着他，那手脖子上一勾，腿往身上一放，对吧？看着他，他就干嘛？你要干嘛？对吧？你就看着他笑，哎，看着他笑，哎，蹭亲这么搞完，你干嘛？你干什么？我有个想法，我有一个小要求，我有一个小心愿，说，对不对？但是你要先答应我，你先答应我，我就说，对吧？快说，这个时候甩链接，当着面甩，听得懂吗？甩过去，你打开看呀，你快打开，是什么意思啊？哎，双11快到了，平常买这个好贵，今天买最便宜，行不行？可不可以？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懂不懂？就是你们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明白吗？就是你们想象你们那个动作，我都想着难受。我要是那个男的，我真的都难受。我看着你我都难受，我恨不得把你拉黑。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你们身上啊，首先要有这种荷尔蒙在涌动，是不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在那个杭州线下啊，教大家干嘛？其实在教什么？就是教你首先自己调动你自己身体里边的作为女性的荷尔蒙。我首先要把我自己当做一个女性，对不对？哎，我是个女生，对吧？我是你女朋友，所以我在你面前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在干嘛？都是在施展我的魅力。有问题吗？我为什么不能被拒绝？我也可以被拒绝，但是绝大部分时候呢，他在那个情况下，他已经就是缺失了，懂吗？离家出走了，那会儿就基本属于离家出走。在离家出走状态下，你这种小诉求，你们都提不出来个什么很大金额的诉求，是不是？就你们那种小诉求，他有什么道理不去买这个单呢？你们知道这个男的吧，他在外面啊，他找个什么商 K 唱个歌，找个什么地方按个脚，他无非也就是这点事儿。
你不用他在外面消费，你把他在外面那种消费冲动全部放家里消费，就是这样的呀，也不用怕拉低自己的人格，不用怕拉低自己的人格，在两个人的世界里边，有什么人格不人格的，对吧？我就是在施展我的女性魅力，你们多说这种话，是吧？宝宝好想你，宝宝喜欢你，对不对？买了东西，你怎么这么好呀？我爱死你了，对吧？全天下最爱我的男人就是你了。是不是？我双十一还能收到男朋友的礼物，我们怎么可以把双十一都过得像情人节一样啊？话要这么说吗？对，明白了吗？你们只要按我这个思路来，那哪有没付出的？还有的人跟我说，哎，我一杯奶茶都买不着。你们买奶茶是路过了那个奶茶店，看了一眼那个奶茶，然后那个男的没买，是吧？路过了，心里想着，妈的，路过了奶茶店都不用买杯奶茶。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想喝奶茶的，一点都不往心里去。你们是不是这个逻辑？是不是这个逻辑？完了以后还想，妈的，一点都不把我的诉求放心里，是不是傻叉？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你跟他置这气，是不是？顺着搞，知道吧？顺毛驴，就这么顺着摸。基本上好不好？就不是过分诉求都能达得成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这个是我的第一本作品，你就是光啊！大家还不知道怎么能拿到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怕走丢的宝宝也是一样的，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因为我们的直播经常关播，今天已经被关了好几趟了。来下一个，来下一个，大结果是一样的，大结果都是在小结果累计的过程当中形成复制习惯了，知道吗 ？Hello， 你好。好激动，我终于连到你了。你说。我是你的1v1学员，然后目前陪跑导师是琪琪老师，然后首先感谢一下琪琪老师，那简直是再生父母啊，帮我脱离苦海。然后我之前就是根本没有客观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就完全被套牢，拿捏死死的。然后琪琪老师跟我说的就是实操性真的很强，然后对我来说拿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结果，真的很感谢你们，很感谢你们的团队。然后今天的话我还有一个问题，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现在是24岁，然后是211本科毕业，然后长相身材的话7、8分吧，然后气质也比较好，然后原生家庭是属于氛围很幸福的那种，然后父亲是小城市的苹果，然后现在准备去留学，然后再申请，然后目前认识了一个新的男嘉宾，然后正在发展中。今天有2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曲曲。第一个就是现在交往的这个男嘉宾，他是这个基金行业的，然后本硕都是在英国读的，然后1个多月前认识，认识半个月后，半个月以后在一起，然后定位是想长期发展推婚恋，然后我目前疑惑的点就是在于，这个男嘉宾的朋友圈表现的这个经济实力跟他实际的行为不太匹配。举个例子，他的朋友圈喜欢展示他的这个奢侈品手表，然后其中有张照片是4块，价值分别是30到50 W 的手表，摆在他的这个办公桌上的合影。然后办公室装修也比较好，比较大，文案说是他的表。然后都是专柜比较很难买到的那种限量款，总价值的话是150到200 W， 然后他开的车也是100多 W， 然后我跟他呢，这个感情方面，就是首先我还是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是付出层面，然后就前段时间过生日吧，那个时候还没在一起，生日前天晚上一起吃了一个宵夜，然后过12点的时候给了我一个5200的红包。当做生日礼物，然后第2天的时候，我以为第2天过生日他还要送一个正式的礼物，首饰或者包什么的，结果啥都没送，就布置了一下包厢，然后放了束花，然后现在在一起一共20几天了，目前的付出除了就是吃饭买单外的话，总共是8000米。
然后从行为层面来说的话，第一点就是之前一直说让我去晚上去他家，然后我拒绝，然后后面我答应了想去他家看看吧，然后他又说他爸妈旅游回来了不让我去，然后有点躲闪。然后第二，他说他有几家公司，因为之前他照片中的办公室装修的很好，也很大，然后我就说要去他公司看一下，他拒绝了，原因是说现在办公室太小了，准备搬完再带我去。我说了2次都不让我去，然后我就很疑惑他这个行为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对他的生活和工作多了解一点呢？然后从这个感情层面来说的话，他总说他自己很忙，然后目前已经14天没有见面了，然后想听一下曲曲的判断，这个男嘉宾是个什么样的人，适合推进婚恋吧？很清晰，别人有别的女嘉宾，也没把你当个正的在推进。这样子吗？对啊，很清晰啊，这么明显？这很明显呐，这14天不见面不明显吗？哦，是这样子的，那不可能是真的忙是吧？因为我看他也是就是忙，感觉会忙，越是忙越少见，为什么？工作压力大了，那不得搞点男女关系舒缓一下？就我跟他目前现在就是只有就是亲一下嘴，然后没有别的关系。有别的人能解决问题啊，又不是你。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好愚蠢啊！天哪，好吧，就是所以他这个，那他的这个那他现在就属于完全放弃状态，对吧？哎呀，交个朋友无所谓，慢慢看吧，这还没看出几斤几两呢，实力是真是假都摸不清楚。那所以我现在要继续跟他处吗？还是？哎，他要处吗？你就开开心心聊呗，你又没啥损失。那他说要见面的话，要见面吗？就是有空就见，没空就不见嘛。那见面的时候，他想发生一些什么就要发生吗？那当然不可以了，你有毛病。我都告诉你是这么个情况了。我的意思，比如说什么接吻啊之类这种的。他帅吗？他帅吗？还不错。你喜欢吗？你喜欢就可以，你不喜欢那就没必要。还行的。哎，你喜欢，还行，你喜欢就行啊。好的。然后那行就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继续还跟他正常处，然后就是随自己心意。然后吃饭也还吃饭，但是不要发生额外关系了。把它放到你的堂子里边而已，懂了吗？明白了，谢谢。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其实可以对我的人生规划提一点建议嘛。然后就是因为我也是比较想靠个人能力打拼的，然后就是我就希望我就想问去留学的这个过程中，以什么样的路径发展自己的？然后就是，就今年就是考完雅思以后，明年9月份才开学，然后有半年的时间想做点事情赚钱嘛，有想过做销售啊，或者自媒体啊，或者是做财务啊，有什么建议吗？啥玩意儿啊？你出国要读多长时间书啊？1年。1年啊？时间有点短，你就多搞点短视频吧，多拍点短视频吧，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这种海外的这种小美女留学生的这种感觉，看能不能做个账号啥的，这个是比较快的。其他的那些东西，你这个着急这半年也没有太大意义，好吧？明白了，好，谢谢曲，谢谢。好，就这样，拜拜。好，今天又琪琪老师得1票，琪琪老师得1票。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怕跟曲曲走丢，怕找不到我们的宝宝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来下一个，哎，给我倒点呗。给我倒点那个大瓶子的，倒一点。给我了。家里有可乐吗？稍等一下，拿个不透明的杯子给我倒啊。然后那个，给我兑点可乐。曲曲老师你好。哎，你好，你说，
我说一下我的问题。我个人条件的话就是27岁，然后我之前在一线城市开了一个美容店的类似。开了个什么店？开了个什么店？就轻医美的店。啊，这个词不要再讲了啊。然后我是一年收入可能100-200万这样吧。然后也谈过几任男朋友，然后在那边就是我可能工作久了，因为不是在自己家里，后面我就跟谈了一个恋爱然后分手了，然后我回去跟我老家的初恋和好了，然后初恋之前谈了可能有5-6年这样子吧，然后就因为年纪也到了，就跟他回去结婚，然后回去结婚，我的事业就放弃了，然后回去没有办，然后就办了个婚礼，然后没有证儿，然后他们家里面承诺的要给什么房子啊之类的没有买，然后我就是待了一段时间，他家里一直在消耗我，就出来了，然后又自己现在工作，然后就是家里这个关系我没断，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有那男生我出来工作他也不怎么联系我。你处理个毛，你就当没结过，你本来也没领证，可以放弃了好吗？再见，直接这样子吗？哎呀，我真的听不得你们那个开场白，你那个开场白，我为了回去结婚，我就把我年入100-200万的工作放弃了。你这句话一说，我就想把你拉黑，下次就别来了，知道吧？对，挺傻的。我就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幸好没领证，没领证就及时止损，好吗？就是他家里给了我定金，我就想的这个事情，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想要让我把这个彩礼的钱给回去？就还回去，要还就还呗。多少钱？没多少钱，就10多万而已。哎呀，我的妈呀！小姐啊，数学学过没啊？学过数学吗？啊，咱一年挣100-200个的姑娘，能不能就是不稀罕人家这个10来个啊？把时间节约出来。我现在就是没有跟他处理这个事情，我不想拖着。给他就完了吗？结束了，拜拜了，干干净净。然后我朋友他们说他耽误了我很长时间什么的，让我不要把这个钱给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你觉得我跟他纠缠无所谓，那是的，那这个钱是可以不给。问题是你是一个凭自己的能力一年可以赚100-200的姑娘，懂吗？我就建议你不要身上沾屎味儿。好的。就是不用去处理这个事情了。他找你要，立刻给，对不对？然后就拜拜，结束。好吧。那没什么问题，其实我问题很简单，就是讲这个事怎么处理。好，好好努力工作，好好挣米，好不好？好的，行。那我有什么私信你吧。好，拜拜。你看看，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有1半以上的客群，甚至于都是恋爱脑，而且都是自己很有经济能力的恋爱脑。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拯救的呀，不仅仅是那一波被那些想白批的那些爹爹就是骗的那帮女的。其实我真正最想掰正的是你们这波，我最想掰正的是你们这波，能挣着大米，完了以后还因为很多传统的思维禁锢了自己，然后把自己搞成恋爱脑，明明就有能力可以决策自己的人生，却要亲手把所有的权利交由对方的手上的这样的一波女人。我想要拯救的是你们这波，知道吗？因为你们是有能力的，你们是能够让女性在这个社会上面获得话语权和地位的人，掌握更多的生产资料的人。我想要把你们这帮人往上拽一拽。你们活成个恋爱脑，我就很痛心疾首，对不对？因为你不是没选择，别人依附男人是因为他没选择，他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商，但是你有，
你可以让男人来依附你嘛，倒过来搞嘛。怎么回事？声音太大了，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可以让男人倒过来依附你？为什么非要你去依附他呢？对不对？你来决定我给你多少，你来决定你给我提供多少情绪价值，我给你多少物质，行不行？不可以吗？这不是一个思路吗？仔细的想想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不开心吗？非要想着我一年100-200万，我宁可把自己降成一年10万，我要去找个年入50的男的，是不是有病？哎，来气，喝一口。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怕跟我走丢，怕找不到曲曲直播间的宝宝，左上角头上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哎，把那个再给我点。等一下啊，稍等一下，给。下一个来，下一个，来，大家那个欢度双11，欢度双11。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说，你好，曲曲，你说，你好，稍等一下哈，没想到突然到我了。曲曲老师你好，我之前也听过你的好的视频，然后我感觉让我在处理感情关系的时候有了很多的力量，所以谢谢你。现在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33岁，然后身高170，颜值6.5分，学历硕士，单线城市1房1车，体制内收入稳定15W， 不稳定的投资有30W。男嘉宾53，做企业的。你声音大一点，你声音大一点，口齿清晰一点啊。好的，现在可以吧？这样可以吧？接着说。好的。我和男嘉宾恋爱期间呢，男嘉宾隐瞒了围内的事实，然后期间有大量的转账，后来发现男嘉宾还在围内，然后围内那位各种的作浪，然后男嘉宾回去处理，现在已经扯了快乐证。我的问题是，现在那个围内的那一位到我单位骚扰，要求返还大额转账的，不是已经扯快乐证了吗？你说？对，他扯了快乐证，但是他要求返还他在围内期间给我的转账。多少？男嘉宾付出转账有40多个，但他只提了其中26左右的一个的一半。你跟这个男的现在呢还在一块吗？现在男嘉宾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呢，想继续找我和好，那我们正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那他是什么态度嘛？男嘉宾一直都是我也是受害者，他承认是自己隐瞒了这些情况，然后给他围内那位也是这么说的。那他知道你那个他让你还26这个事儿吧？对，这个事儿，他本来男嘉宾是叫我不要理他，然后他说这个女生站不住脚，他重要啊，站不站得住脚？站得住脚，站不住脚，你让他把这个坑填了不就完了吗？对，他现在我说我不想让这个事情影响对我的单位啊工作有影响，那还是把这个钱给了他自己也说他来付这个钱。那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必要，我想请一个律师，我不想和他当面的去说，想请一个律师理好这个协议，然后钱给他了，那以后他要保证不要再骚扰我。你这不是废话？你不是上来问这个问题吧？你是想问请不请律师？
不是，我想问一下，一个是怎么样处理，可以以免后患。那肯定要请律师，你这怎么能自己解决？你肯定是请律师啊。对，就是还是要返还这个钱，然后律师，我就担心他哪天心情不好，然后又以这个事情来闹。闹什么呢？他没有东西闹，他怎么闹呢？他有什么东西闹呢？他已经都没有合法身份了。因为他现在只提了其中的一笔转账，然后男嘉宾实际上在跟我相处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转账。哎，小姐，我都说了，找律师就行了呀。好的，这个律师我再联系了。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再和男嘉宾在一起？实际上我自己也想有一个正常的婚恋，然后但是眼光也很高，因为身边接触的都是很优秀的大佬啊，那些普通的上班族我又看不上，所以现在就想请教一下曲曲，看接下来我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处理啥？这男的不是现在单身了吗？你们俩不是正好在一块儿？咋了？有什么问题？哪里卡壳了？像是我可能不知道这个女生是怎么查的，就只要男嘉宾来找我，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打电话给男生，通过各种渠道打电话给男生，然后打电话给我，他是在黑名单了，但是看得到记录。这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不想跟这个男的好？你想跟这个男的好吗？你就跟他进围城。现在你们俩都是单身，没问题。如果你不想跟这个男的进围城，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男的能给你的东西非常有限，那你就换人。跟他那个女的一毛钱关系没有，跟那个女的有啥关系？他爱干嘛干嘛。现在是我跟男嘉宾在一起，然后他就会各种闹，现在已经就是到我们单位，对我工作也很影响了。那有什么？那又怎么样呢？这个不影响什么，因为他现在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了呀，他没有合法身份了，小姐。就算是你跟这个男的掰了，也拦不住他要闹的，他要闹，他总是要闹的。可能我是太担心，就是影响到工作了吧。你担心影响工作不是现在的事儿啊，小姐。你一开始不跟他好啊，你要担心影响工作，对不对？你现在已经到这儿了，他总是要闹的，你懂吗？你跟不跟这个男的好，或者说你跟不跟别的男的好，你跟这个男的分不分，都不能够非常严丝合缝的防住别人闹，因为腿、嘴巴、手都长在他自己身上，你控制不了啊。好的，那我现在你觉得我就是以后的这个婚恋规划那些，你有什么建议呢？我建议过了呀，你觉得这男的值，你就跟他结，你也不用考虑别人闹不闹的。你要是觉得这男的能给你的不够，那么你就不要再跟他来往了，也不要搞乱七八糟的，你就直接去找别人。好的，我明白了。现在就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感觉内心觉得有点不平，因为之前我问过他几次，就是到底有没有离婚的，他确定的是告诉我。闭嘴。对不起，就是确定的问过他几次。重要吗？你现在想表达这些东西是为了让谁体谅你？你为了让谁体谅你？你不会为了让那个女的体谅你吧？你不扯行吗？那实际上我的问题就是两个，一个就是怎么样处理他骚扰我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我要不要继续跟男嘉宾在一起，就这两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我都没回答你吗？那我还是按我的想法去，就请律师去处理就行了，是吧？我再说一遍啊，你管不住人家的手脚。如果他骚扰过分，只要他做了什么过激行为，直接找叔叔带走，懂吗？找叔叔过来处理就完事儿。骚扰到你了，找叔叔过来处理。如果说是要米，法院如果判了，该怎么给怎么给，让他签东西，或者说和解该怎么和解怎么和解，但是所有东西让律师给你操作签东西。
各位，关于你这个男的，如果这个男的给你的东西你觉得够多，你就跟他结，你也别磨叽。如果你觉得这个男的给你的东西不够多，你就彻底跟他了断，跟别人结，去找别人重新开始。听懂了吗？好的，好的，好，就这样。你们不要上我这来赎罪啊！就是我呢，又不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牧师啊，那个帘子后头那个，你上我这来说，哎，我不是故意的，这男的骗了我，这男的哎，重要吗？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这里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你是被骗的还是你是知情的，我们都不在乎，你懂不懂？你是我的当事人，你要解决问题，我就告诉你，你这个事儿怎么弄就完事儿，对吧？但是有些事儿啊是不可更改的。你说你是受害者，但是那个女的她的受害者心态比你严重10000倍。你想跟她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想的，我这个我那个的，她不在乎，因为那个男的已经不跟她好了，他现在没有地方发泄他的情绪，只能往你这儿发泄，只能往你这儿发泄，听懂了吗？这都是既定事实啦，不可更改，不可更改的既定事实点位，我建议你们放弃挣扎，懂吗？就这个意思，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怕跟曲曲走丢，怕找不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想要问我们任何问题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啊，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解答你们的问题。我跟你们说，我们不可以去想要解决一个人，我们只能想着解决我自己，知道吧？你们不要想着我怎么能让他不找我和好啊，我怎么能把他甩了，我怎么能够让他不闹啊，我怎么能够让他不纠缠我呀？你本身你提出这个问题啊，就说明你很弱，知道吗？你一定要学会强者思维。强者思维就是我改变不了别人，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我只能控制我自己，我唯一能做到的叫什么？叫不怕。我不能做到的是我怎么在怕的情况下让他不干，做不到。我怎么在怕的情况下让他不干，只要你怕他就能干，你干到死。听懂了吗？我就是不怕，我主打就是个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听懂了没有？你看那么多人天天骂我，天天搞我，天天举报，我怎么办呢？要不我在直播间里下个跪吧，给大家磕一个，行吗？我能不能在这儿给大家磕一个？求求你们了，别举报了，求求你们了，别蹭我流量了，求求你们了，别骂我了，行不行？你们觉得我哪做的不好，我改。你们觉得我给哪些人出的主意不该出，这波人我不接了，我连麦容易惹毛你们，我不连了，能不能行？哎呀，我的业务做得太好了，抢了你们蛋糕，我业务不干了，我能不能行？行不行嘛？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用，有用，有用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的生存空间彻底完犊子，是吧？什么都给别人了，啥也没有了，这个不就是结果吗？对不对？这是你所谓的我怎么在怕的情况下让别人不动手，我怎么在怕的情况下面让他们不要欺负我了。你越怕越欺负你，你越怕越搞你，搞的就是你，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不重要啊，明白吗？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就是不怕，这很重要，随便你爱咋搞咋搞，对不对？你开心就好，您开心就好，是不是？你是自由的，我是快乐的，是吧？你是自由的，我是快乐的，你想说啥说啥，你想搞啥搞啥，那是你的自由。同样，我想说啥说啥，我想干啥干啥，这是我的自由，就这样结束，对不对？你们知道吗？我的那个某博啊，曲大女人，10几年了吧，10几年了。我10几年前天天在蹦迪，
我真的天天在蹦迪啊，我天天就是穿的那个花里胡哨，是吧？我多少年前就是那样的，主打就是个不正经，主打就是个不正经，是不是？而且我经常自嘲，我还特别喜欢自嘲，我经常会用一些就是大家觉得非常就是这不是那么赞美的话来评价我自己，我会用一些很调侃的语言去调侃我自己，还有很多照片，对吧？还有很多视频，对不对？都是灯光很昏暗，我们的穿的也不是很正经，反正蹦，对吧？你们到现在全部能看见，我既没有选择删除，也没有选择隐藏。现在呢，我跟你们说，只要是你们看到我被隐藏了的视频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平台给我下架了。这个视频可能它的价值观或者什么被举报多了，平台给我下了。只要不是平台主动下我，我不会自己下自己，知道吧？我那个某博上经常有人会给我留言，就是翻到我多少年前的一张照片给我留言，曲快删了吧，我都不勒。为什么呢？就是删了代表什么？代表我无法面对我自己，是吧？我不能面对这个自我，不，我可以面对，我完全可以面对。你可以把我任何一张10年前的照片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不在乎，我主打就是不在乎。我曾经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事实发生的，今天我如果把它删了，我是不是会有一种侥幸心态？我什么侥幸心态？我删了大家就不知道了吧，我删了大家就看不见了吧，那万一有一天又被别人发出来了呢？我是不是更难受？我都删了，怎么还被别人发出来了呢？所以我主打就是不删，就是全部都有，就是敞亮，全崩塌，对不对？所以说你们看我真的不怕，有什么好怕的呢？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说过一些很愚蠢的话，做过一些很愚蠢的事儿，我也拍过一些非常的不正经的照片，那又怎么样呢？我的年轻就是这样燃烧过来的。你看，非常应景，看没？我看我背后这个大屏幕，看没？燃烧的火焰，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燃烧过来的，所以烧出了今天的我，对吧？所以烧出了你们面前这个我。说起来武大毕业的，是吧？啊，美国留学，看起来我们也是高精尖，但是我就是高精尖里头那个最江湖的，知道吧？我就是那个最江湖气的，最流氓气息的高精尖，那就是我。对不对？所以说我不管你是做下沉市场的来跟我打架，还是你是做高端市场的来跟我打架，不重要。你做下沉市场的来跟我打架，我用高精尖那套对付你；你要是高精尖的来跟我打架，我用那个流氓那套对付你。明白了吧？我主打就是个差异化竞争，是不是？有没有学到？会不会觉得这样很有能量？对吧？怕什么？什么都别怕，你不怕你就没有软肋，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怕找不到我们啊，抛跟曲曲走丢，怕直播关播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喂，你说。你好。那个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段以价值交换开始的关系，就是2个月前分开了，想让曲曲帮我分析一下这段关系的底层逻辑，然后男生的真实想法，我做的对错，然后后边我还要怎么做。就是我的基本盘是40岁，然后扯了快乐证，年收入20万，男方是50岁，扯快乐证。目前的状态是多偶，对外自称是渴望进围城，但是没有合适的。曾经是个大苹果，然后18年退下来了，人脉挺广，目前的年收入估计有200W。然后他曾经被他女朋友骗过100万，然后2个人分手了，但是还会联系互相帮忙的那种。然后我跟他的认识过程就是我们通过我家亲戚介绍认识的，当时是想让他给我办工作，然后他答应帮我提职，然后在他朋友的帮助下受到了一些照顾，
但是当时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让我陪他出去旅行，我当时就是骑虎难下答应了，并且发生了。然后后来就是提职迟迟未实现，后来我就让他继续帮我找人，也找了，有音讯，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不确定是他没有能力啊，还是他示意朋友暂停了。反正后来就是我见他朋友的时候，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然后后来我就让他帮我像母亲住院呐、孩子升学呀，他口头都答应了，但是没有实质性的行动。相比来说，还是工作的事儿比较积极推进。然后平时就是我开车陪他去应酬，我主要是服务的角色，但是可能我的交际能力一般吧，他在这个点上打压过我几次。但是而且应酬的时候我比较担心，一个是公司领导就是知道我跟他的底牌之后，我可能后期就不敢离开他了。第二个是可能对我的名誉上有点不太好，所以我跟他隐约的说过，就是后期的那个应酬频率稍微有点减少。认识大半年的时间，他给我米大概有5万5W。然后基本上都是应酬的时候人家送他的礼物，然后一开始他可能就不避讳，就是当面接别的女的电话，或者是突然有一天消失的时候，起初我不太敢起跳，然后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他补偿了我一个1万多的包，但是第二次发现的时候，我找他要个手机，他可能就一直往后拖，直到分手的时候我催他才买。七夕的时候是个转折点，七夕我让他陪我，他答应了，但是那一晚上就一直在哭穷，说自己老了，收入不如以前了，我就表示理解。后来有这么持续1-2周的时间，他给我打电话的频率提高了，然后还让我参加他母亲的生日聚会。在某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说我是他媳妇儿之类的，但是我都是一笑了之，觉得他是画饼，所有的人就是都是他利用的工具而已。然后那段时间他反倒有点后撤了，他可能也感觉出来了，后来他也后撤了，后来就又回到了七夕之前的那个状态，就偶尔消失啊，或者会说谎啊。然后我主动给他打电话，他可能觉得我管得太严了，就是跟我说过2次他累了，什么配不上我之类的话。但是我后来就不给他主动打电话了。相处的还可以，但是11期间突然就消失了1天，然后我考虑到感觉自己可能起点做错了，导致后边太廉价了，就不想再被他多偶且低成本持有了。而且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他周围的人脉我可能以后也用不上，所以我这次就没给他台阶下，我就直接质问他了，他就一生气就跟我分手了，现在就是彻底断联。我有点就是忌惮工作上可能会受影响，就是因为跟他分开了之后，然后我本来的初衷是想跟他保持那种弱联系，因为他跟我亲戚认识，现在属于那种就是互相帮忙还是会联系的状态，就跟我亲戚。所以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哪儿就是做的对不对，然后男方的真实想法，就是我以后还要不要跟他就是在联系上啊，就是怎么做比较好。我总结一下你的问题4个字，你太面了，面儿知道吗？你太好拿捏了。这男的呢想低成本啊，行，我体谅我理解，是吧？这男的说要办的事儿办不成啊，办不成我体谅我理解，是吧？这男的想联系就联系，不想联系不联系。你没有框架，你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只不过就是因为他貌似有一个什么职级，好像能给你带来点什么，或者好像能压着你点什么，所以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呀我被欺负了，是吧？哎呀我被压制了，我只能选择服从，我也不能提，我怎么都是错的，知道吗？这都是错的。在你的行为当中没有找到对方的正反馈，你就应该倒过来搞。我经常跟大家说，怎么证明你跟这个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是对的，就是如果我的一个动作迎来了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就继续；
如果我的一个动作赢不来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反过来弄。你太面了，这种人反过来弄就是不跟他联系，一把年纪了，冷着他是吧？什么冷毛线呢？冷，你就应该狠一点，知道吗？哎，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事儿搞不搞啊？懂不懂啊？你说有没有？你到底能不能办？能办，不能办不能办，怎么着？哦，拿感情忽悠我，跟我那啥了，以为我能跟你结婚，结果呢，婚不结，事不办，这么搞。因为刚开始我不知道他的实力，他现在搞啊，公司的很多领导，我就有点害怕。现在搞啊，一样的呀，对不对？我跟你有这个东西是实质性的，那我为什么跟你好啊？我告诉你，声音放大一点，放洪亮点，知道吧？怕什么？哎呀，怕别人要是知道我跟他那个什么了，万一这那万一那，哪有那么多万一啊？没有那么多万一的。他都50几岁的人了，是不是？他还想好好退休呢，知道吗？他还想平稳落地呢。我告诉你，他想不想平稳落地？那我现在就这次跟他分，其实就是我就是已经觉得不太怕他了，所以才跟他起跳的。但是他直接就提分手了。他本来就不想跟你好，他本来就觉得你价值低，他自己能力有限，他认为你的价值也低，知道吧？他当然顺坡下驴了，他本来就觉得无所谓这个事儿，本来也就觉得可要可不要，可有可无，反正也对他造成不了什么影响，造成不了什么威胁。你去找的呀。你说分归分，你答应我的1、2、3、4、5，你准备怎么弄呀？你问问他呀，你就这么问，像我这么问，学我这么问，一模一样的动作，一模一样的语气问。你说你跟我答应的1、2、3、4、5，你是准备怎么弄啊？你说分归分呐，事儿归事儿啊，给个说法呀。我估计他应该说我办不了。你说那你什么意思呢？你不是拿这个东西忽悠我跟我好的？你是不是拿这个东西忽悠我跟我好的？哦，我跟你好，你跟我承诺1、2、3、4、5，是吧？然后什么事儿都没干，一脚踹了，没事了。你说你就是这么当官的？这么问他？你就这么问他，知道吧？那他如果说我找你们领导这个威胁我怎么办？我没有啊，我什么东西？你说这找领导问嘛？我说我也要想找个人给我评评理呢，我还想找个人评评理呢。你说你找我领导，我找你领导，大家一块儿找人过来坐着，4个人座谈评个理。你要是怂，那就什么都别搞了。哎呀，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一点风险承受能力没有呢，其实咱们今天这个对话呢，咱们就当玩笑，好不好？那就什么也不搞，反正你们俩人结束了，对你也没什么影响，真的也没什么影响。其实就是谈了一场无疾而终的恋爱嘛，这个吧，对吧？很正常。就是现在他之前给我找那个领导什么的，人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俩分了，也不知道我的底细到底是找的谁，然后人家有时候会那个就是试探我一下呀，看看我这个人脉还在不在呀。就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且这马上就过年了。这个话没有意义，知道吧？你拿不出来这种气魄，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就安安稳稳的就完事儿。你也别搞这些事儿，也不适合。因为他在叔叔什么那些行业，就是认识人也挺多的。怕个毛线！我跟你们讲，真的，像这种人，他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他就是想平稳着陆，知道吧？他没什么别的想法的，他就想平稳着陆，人家也不想晚节不保，你以为？好吧，做不到那就算了，咱们就是过翻篇啊，再去找正常的人去对碰，好吧？行，好，拜拜，谢谢曲曲，好嘞。我跟你们讲的，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对不对？就
我跟你说的东西啊，当然是基于我们对这个人性测，对不对？有一个评估，有一个了解。其实呢，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恐惧，对不对？但是要看谁的恐惧涉及到的这个价值的分量更大，懂不懂？越是小人物，虽然说看起来啊，可能你的话语权很小，但是你要明白，小人物和损失的东西也更少。大人物啊，看起来他能做的事儿好像都很多，但是他敢于损失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他什么都不敢失去，因为他一失去，他就会失去非常多，就是这样的。他们有的时候啊，拿捏的就是你的那重恐惧。我那天看到有一个老板，他就说他们公司原来有个女员工被他的股东 PMA 很多年。这个我当时看那个老板，他其实是公司最大的老板，他那个股东其实是二老板还是三老板这种级别。他底下有个女员工，他特别喜欢，因为那个女员工特别有能力。其实那个女员工完完全全是靠着自己给公司提供业绩的这个能力拿到的现在这个薪水跟职级。但是呢，他那个二股东呢，就一直跟这个女的说，是因为我在背后帮你。然后那个女生就信了。其实根本就跟这个没关系，完全是他个人能力。结果就在这个逐渐 PMA 的过程当中，他就跟那个男的好，因为他害怕失去这个男的所谓的给他的那个支持和帮助。然后这个男的一边低成本持有，知道吧？然后一边让这个女的以为你今天获得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跟大老板之间，我一直在说你1、2、3、4、5怎么好。后来这个大老板就很生气嘛，因为其实我跟你们讲，很多时候就这样的，很多这个社会上的老油条啊，他们就是利用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你相信很多东西是他在做，他在动作，他有多大的能耐。但实际上，当你真正把这个窗户纸捅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屁也没有，屁也不是，知道吗？人情之间所谓的一些关系啊，你们不要觉得它好像看起来很大，很多时候啊，人情之间的那点关系啊，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真的是这样的，在利益面前不值一提。当你表现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的时候，他们都怕你，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恐吓的、压榨的，就是你内心觉得他们能做1、2、3、4、5这些事儿，其实他们根本就做不了。当你把他这层东西给他撕了，你告诉他，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给我搞，你搞给我看，他反而怕了，因为他怕你这个人不受控，这个篓子越捅越大，对不对？他怕你这个篓子越捅越大，对吧？他一把年纪了，50几岁的人了，是不是？你今天敢在他的办公室跟他叫板，他怕不怕你早跑到每一个人的办公室去跟每个人说？他怕不怕？对不对？我什么职级？你什么职级？你过2年都要退休了，我就让你晚节不保，多大个事儿呢？无所谓呀，对不对？你要摆出这个态度，你看他怕不怕？他绝对比你怕100倍。来，大家没有关注的话，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如果在这个3个时间段大家没有看到我直播，不是因为我没播，而是因为这个平台又出问题了，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来，再连一个。
Hello， 你好。喂，蛐蛐你好，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最近看了你的很多视频。我连线呢，主要是最近遇到了婚姻危机，想要咨询一下是否扯快乐症。我的基本盘是今年33岁，长相6分，从小到大都有人追，然后父母是做生意的，资产有2000多个 W， 但他们感情一直不好，前几年离婚了。然后我大学是在国外读的，13年毕业认识了男嘉宾。男嘉宾跟我同岁，父母也是做生意的。认识他的时候，家里资产有几百个 W， 后来他爸爸投资失败，全亏光了。我们谈了5年恋爱，恋爱之后呢，我跟他到超一线城市打拼。18年我们进入了围城，当时因为他父母投资失败，然后我们属于裸婚，我家里开始是不同意的，但是因为我比较坚持，然后他又比较会提供情绪价值，对我很好，然后我家里呢后来也就同意了。我家里在婚前给我在超一线城市买了套房，价值500个 W，然后我们就这样结婚了。然后呢，男嘉宾也是海外读书，回国先是从事基金行业，然后婚后出来创业。我们属于一直相互扶持，有时候我没米了，他会主动给我转米，然后他赚的少的时候的房租我们是 AA 的，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帮他还信用卡。然后在20年之前呢，一直是我赚的比较多。我现在是从事基金行业，薪资50个 W， 他之前薪资是20个 W， 然后涨到40个 W， 然后这2年创业一年有几百到上千个 W， 但是会每年有波动。我们的相处模式呢，一直是我稍微强势一些，他会比较宠我，纪念日啊会记得送个花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很少吵架，感觉他就是算外人眼里的好老公吧。然后从20年开始，他事业进入了上升期，我们靠自己在超一线城市买了套房，是婚后的资产，价值100个 W， 然后有200个 W 的贷款。然后我们今年生了个篮球。我之前工作就是一直很忙，然后我又是感觉自己比较小白兔，然后觉得家庭的财政都是我来掌管着，然后他的米也基本上都是给家用，然后每个月他自己手里就有2个 W 吧，所以我对他很放心。但是今年怀孕的晚期呢，我发现他有请女生消费，然后后来进一步发现，就是婚后这5年，甚至可能是婚前就已经开始去 PC。约 P， 然后去 YC， 然后有没有外援呢？我至今不知道，但是他的频次很高，一般是1周可能工作日2次，然后出差也会去玩。然后发现了之后呢，我就很崩溃，然后当时就起跳了。但是因为念及就是小孩儿，就篮球刚出生，然后我对他还很有感情，然后就是又决定修复，继续走下去。然后事情发生到现在几个月吧，然后我精神就变得情绪很不稳定，疑神疑鬼，然后继而我又发现了他其实一直在隐藏财产，就是我们其实一共有5000个 W 的财产，然后他一直隐藏了3000个 W，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又起跳要扯快乐证，就财产商也跟他谈好了，就他留1500个 W， 剩下3500个 W 给我，然后篮球也归我。然后就是谈之后呢，就是我一直在因为有感情的原因也是反复的就是比较纠结，然后他呢就是怕失去米，其实并不想扯快乐证的，也并不是因为跟我还有感情，所以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扯。我觉得扯快乐证的原因就是我对他没有信任了，我整天就是疑神疑鬼的，就是目前还不太能自洽。然后其实我就看过你的视频，你说要控制他去 PC 的这种频次，要管住2个口袋，然后我现在是管不住他的米，然后他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去隐藏收入，就很担心几十年或者10几年之后他外面会有几个球那种来分财产。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爸爸是那个比较强势的那种NPD 性格，然后我们其实也冲突过很多次，他爸爸比较希望我们扯快乐证，然后他也挺听他爸的，我就担心如果不扯之后可能还会有
因为他爸产生了其他的冲突，然后他呢就是被我发现了之后呢，一开始说要改，但是后来也承认说其实他爸也有过 PC 的经历，然后他也觉得价值观是觉得 PC 很正常，对我没有愧疚，并且说对我也没有爱了，只剩下亲情，然后会批某 A 我说我老了，身材不好啊，对我没有兴趣啊之类的。有一次就说希望我们能够开放式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认知来讲，他应该也不会改。然后再一个，最后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对这个篮球比较冷漠，没有投入很多的这个情感到里面去。然后不扯的原因呢，就是我纠结的原因就是我对他其实还有情感的依赖，因毕竟相处了10年。然后他在给米方面还可以，然后事业现在处于急速的上升期，赚米的能力很强。比如说再过个10年20年，可能会有几个小目标，然后这样篮球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物质基础。再一个就是说，现在我对这个婚姻比较失望，觉得出了围城，可能现在看到的男人都那样，所以说我现在就也挺纠结的，希望听听区区你的意见。那你就开放式嘛。你既然第一啊，你舍不得他未来的成长空间啊，第二，你也接受不了他在外面不停的PC， 然后你跟他还要保持这个关系，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愿意失去的情况下，那他已经提出开放式了，那你就开放咯，那你还琢磨啥呢？对不对？你这样的话，既能享受他未来有可能增长的红利，同时你自己也还能开启你自己新的关系，他又不会管你。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提议呢？但是我可能就是从小到大我接受不了开放式，就是如果他在外面就是会有外遇，等于你跟他没有关系了呀，等于你跟他没有夫妻的关系了呀，等于你跟他没有身体的关系了呀，因为你想要嘛，你想要他未来的成长空间啊，你不是想要他未来的成长空间吗？我现在其实最主要的诉求是想保持家的完整，然后我其实想是控制他出去玩的频次，是想让慢慢的因为后来也发现他是一个多偶男吧，就是这种应该是很难改，又控制不住他，所以就是你控制不了，你已经认清这个事儿了呀，他也不可能改，你都说了他道德认同，他怎么可能改呢？那我如果说这个情感上也接受不了这个开放式，因为开放式就是说他玩他的，我玩我的，但是我知道他玩我还会嫉妒啊什么的。不是的，并不是的。对，其实并不是的，你懂吗？那是因为现阶段你还有奢望，你奢望这个男人回头，你奢望这个男人还能回归，你才会产生，就现阶段你的情感基础上，你会觉得我好在乎他1、2、3、4、5。其实当你真正把你的情感先转移出去，把你的身体跟情感先转移出去，你对他没有感情的时候，你就不在乎了。你之所以在乎，是因为你现阶段对他有感情。如果你的身体跟你的情感做转移了，你对他没感情了，你就不会在乎了，甚至于那个时候他要跟你忠诚，你都不想跟他忠诚了。那如果说这个开放式的之后，他如果是在外面有求呢？你可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你们现阶段要看这个男的他有多不想跟你扯快乐证。只要是他如果现阶段还不想跟你扯快乐证，那么几个动作都可以做。第一个动作可以先按照你3500他1500，先约定现有的婚内财产，先做现有的婚内财产协议，把你的3500归到你这来，那个1500归到他那儿去。如果他不，当然这个前提是他没有那么想扯快乐证，而且你也可以让他去结某那个什么渣，这个东西都是可探讨的，可商议的，明白吗？就看他有多么不想扯这个快乐证了，现阶段有多么想维持这个关系。如果他有这个诉求，他愿意维持，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可协商的。他现在就是说如果是我
只给他留1500个米的话，他就要跟我扯这个快乐证，他想要获得自由。就是如果我不跟他扯这个快乐证的话，我们的财产就不会这么分。就说我不是我给你自由啊，我给你自由啊，1500、3500是我给你自由，我可以给你自由，我接受你说的开放式了，就是以这个为前提，我接受。因为总是你说你找任何一个女人，还是得让她有从不接受到接受的一个过程。你说磨合也挺麻烦，是不是？我们俩可以再磨合磨合，2年，如果说开放不好，我们可以再扯，对吧？还是以现有的条件嘛，我拿3500，你拿1500嘛。但是我们把这个事儿现在就先确定下来。2年后，如果说我发现我还是接受不了，或者你发现我改不了，那么我们再掰呗，或者1年后都可以啊。好的，明白了，谢谢曲曲。好的，你都已经说啊，这男的未来说不定能有几个亿呢，我得为我的孩子争取呢。那你扯了快乐证肯定是争取不着，是吧？你扯快乐证肯定是100%争取不着了。但凡你有欲望、有执念，那么我就建议你们缓缓，是不是？你在一个人身上啊，你在一个关系里啊，有一些欲望，有一些执念，那么很有可能会怎么着呢？很有可能你跟他扯了这个快乐证，未来你又是反扑，你说你掉不掉价？我帮你们出主意的时候啊，其实还是在遏制一个东西，遏制你反扑，遏制你反扑被杀价，自尊心受损，还要跟别的女的进入到没有身份的这种争抢，你把自己越搞越被动，是不是？你今天只要说他未来挣多少米，我都不能接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我不可能接受这个事儿。他挣多少米我不 care， 我只在乎这个男人对我这个家忠不忠诚。你先跟我聊这个天，我让你立刻马上扯，对不对？拿3500走人得了呗，我让你立刻马上扯，因为你很清晰，对吧？你没有那个物质的执念，没有那个物质的欲望在这儿。既然这样，那肯定是对吧？该扯扯。你要是有执念有欲望啊，你们首先是要放下我执，放不下，是不是放不下？放不下嘛，那就先寻求一个可平衡的中间方案，咱们再缓缓，再看看，再给双方一点调整机会，看看我哪一天是否能放下，是不是？万一我1年以后放下了呢？我1年以后我也开放了，他也开放了，开放来开放去，我还是受不了，这男的妈的我不行，我非得。如果你还是这样，那个时候再掰也不迟，是不是？给自己一点思考的时间跟空间，因为你有执念呐，你不自由啊，你的思想没有真正的自由。最差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自己的胜负欲之下，然后没有想明白，断了之后呢，过个什么半年1年，发现这男的越来越有钱，结果你又没找到合适的男的，然后你又去求这个男的，又是想让他跟你给米，又想找他和好，哎呀，然后又要哄着他玩，那才叫一个垃圾，是不是？那才叫个拉垮，那是不是最拉垮？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总要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这本你就是光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部书籍，讲述了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很多的故事，还有我在每一个事件当中收获的感悟、反思，然后呢，成就了今天一个正能量满满、有生命力的曲曲，展现在大家面前，好不好？然后大家那个如果说你们看不到这个书的弹窗的宝宝，可以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边，然后给到你们一个入口，然后你们可以通过那个入口找到我们的团队，好不好？好啦，今天就这样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是在周六早上10点钟。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这怎么关呢？